5块钱一个的玻璃碗被他卖了1000两银子。掌柜的，这东西收吗？大爷，您轻点，千万别给弄碎了，弄碎了就不值钱了。要知道，这可是在古代，玻璃在古代可是琉璃，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平民老百姓别说用，那可是见都没见过的东西，价比黄金。敢问大爷，此物您是活当还是死当？死当死的不能再死的那种，速度要快，拿钱要帅。要不是大爷我最近手背，这玩意怎么可能轮得到你？这位大爷，这东西虽说是好物件，但是它不好出手了，我只能给你这个数。好，那就1万2把，成交。这位爷，你是在给小的开玩笑吗？一口价1000两，多一分都不要。在古代，1两银子是100文铜钱，1000两也就是10万文，也等于说这一个破万能换1万斤大米。像这样的破碗陈帛可是堆积如山，因为他穿越了，他带了一个超级大的商场穿越来的，而且商场里的物资取之不尽。几天前，陈帛还只是一个一天打3份工，晚上跑到家的苦逼，在接单的路上被一个法拉利给撞了。再次醒来的时候，突然闻着空气中弥漫着焚烧的味道，让他蹭的一下就坐了起来。卧槽，老子爱把电动车烧了！抬眼望去，却发现自己坐在一张草席上，头顶是破败的茅草，旁边一个瘦弱的女人正跪在地上烧着纸钱，眼睛里面含着泪花，看着坐起来的楚尘，女人吓得撒丫子就跑出了屋子。鬼呀，诈尸了！我是谁？我在那，这是神地方。懵逼树上，懵逼果。此时的陈帛一脸的懵逼，突然脑袋一阵疼痛，再次晕了过去。此时陈帛脑子里面多出了许多的记忆，他穿越到了这个叫大商朝的封建王朝，这是一个架空世界，没在记忆中的历史里面出现过。此地是一个叫做象牙村的小村庄，原主也叫陈帛，今年21岁，是村里唯一村医的儿子，目前早逝。1个月前，他那个村医老爹也去找太上老君求医问道去了，就留下他和妻子2人。原本靠着他爹给乡里乡亲看病攒下的多年积蓄，也够他衣食无忧潇洒过完一生。奈何这个陈帛染上毒瘾，不到半年时间就将整个家业败得精光，所有田地和房屋都抵给了赌场，搬到了这个破房子安家。刚才跪在身边的女人是1年前秀才老爹为他娶的一门亲事，名叫张秀秀，今年18岁，普通的农家女儿，连年天灾兵灾，家里穷的都揭不开锅，所以他老爹就用2两银子将她买了回来。张秀秀勤快能干，听话懂事，本以为嫁到这个家能够过上好日子，没想到一嫁过来老公公就走了，剩下这个败家玩意儿，将好好的一个家败得家徒四壁。昨日陈帛趁着张秀秀去地里做农活，把张秀秀打工赚来的几个铜板拿去赌场翻盘，不出所料又输得精光，一时间上了头，还反欠了赌场5两银子。再次输了钱的陈帛气不过就跟赌场理论说赌场出千，结果不用说，被赌场打个半死扔回了家，抬回来不久一命呜呼，结果被重生来的陈帛占据了这个身体。我操，大侄，你这是诈尸了吗？陈帛搜寻的记忆，进来的人是他的二叔，一个孔武有力的庄稼汉子。大侄儿，赶脚怎么样？你不知道，你可吓死我们了。活了就好，活了以后就跟秀秀好好过日子，千万别再去赌。坏了，老黑那玩意儿估计这会儿正在做棺材，我得赶紧去毒死他。说完，他这个二叔飞也似的冲出了门外。此时屋里就剩下陈帛和张秀秀2个人。相公，你活了，感觉哪儿不舒服？长达1年来的打骂，早已经让李张秀秀对眼前的这个男人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看着傻傻呆住的陈帛，半天没动一下子，张秀秀吓得连忙说道：相公，你这是怎么了？你可别吓我呀！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孩，不由得一阵心疼。要是放在自己的那个世界，兜里没点钱，你能娶到这样的？体验一下，起码都得3000块。没事，我饿了，去给我煮点吃的吧。秀秀听到丈夫说饿了，转身就朝着伙房走去，不一会儿就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走了出来。相公，这是我熬的野菜粥，你快趁热吃了吧。人看向那碗黑乎乎的东西，只见面上飘着的是不知名的菜叶子，煮得发黑。你管这叫粥？看着眼前不满意的陈帛，张秀秀一下就哭了出来。对不起，相公，我知道你吃不惯野菜，我这就去帮村长家做活，挣钱给你买粟米熬粥，你可别再打我了。看着眼前自己这白捡来的媳妇，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陈帛也不忍心说些什么。没事，我突然不是很饿了，你等等我。米缸空空如也，柜子里空空如也，厨房里1粒米都没有。此时陈帛才明白，家里被这家伙给败光了，随即转身就朝着门外走去。走到外面，陈帛才好好打量了自己这个家。只见2间土坯茅草屋，一间厨房，一间卧室，旁边不远处还有一间茅草盖的茅房。房间里面用木板踏起一张床，上面一层薄薄的被子和草席，几块砖头架起了一个饭桌，这就是所有的家当。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家徒四壁，这也太穷了。陈帛叹了口气，这时张秀秀挎着一个篮子走了出来。相公，你在家歇息，我去村长家做活。刚刚经历过穿越，而且这具身体被赌场的那一顿毒打是实打实存在。这会儿安静下来，他就感觉浑身哪都疼。又回到了屋里，陈帛又沉沉的睡了过去。咦，刚才是在做梦？小说看多了，还是想老婆想疯了？睡梦中，陈帛又回到了当时被撞的商场门口，只见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依旧是那熟悉的地方。不对，商场怎么可能一下子人全部跑光？还有那个开法拉利的美女的。慢慢的，陈帛就发现了不对，只见整个商场见不到半个人影，只有那些建筑和商品好端端的在那儿。卧槽，
难道刚刚不是在做梦？我是真的穿越了，还带着这个大商场穿越了，这特么真是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那我怎么出去？陈博脑子里面冒出了出去的这个念头，转瞬间，他睁开眼睛看着楼顶上那些熟悉的茅草，以及这熟悉的家徒四壁。我又回来了，用意念吗？随着意念一动，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商场，只见里面的物资没变，建筑也没变。我能自由来回穿梭，我特么带着个大型商超穿越了。发现除了商超以外，旁边还有许多的高楼和商铺。更让他惊喜的是，还有一间叔叔机构。老子特么就是古代的哆啦 A 梦，还怕生活不滋润？此时陈博也顾不得身体的疼痛，跑到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忙得满头大汗，喘着粗气，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厨房里也一样一样的多了很东西，大米一袋一袋的多，肉也一块一块的多。忙完这一切，然后就回到床上，等待张秀秀的回来。此时忙活一天的张秀秀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看到厨房里米缸满了，桌子上还有肉。啊，有鬼！不怕，娘子都是我带回来的。你带回来的？你哪来的钱买东西？而且也太浪费了，普通人家哪能买那么多上等好米？此刻张秀秀见鬼一样的看着眼前的陈博，以前都是见人见人的叫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温柔的叫过自己一声娘子？去吧，做饭去。其实我一直瞒着你，我有一个神仙朋友，那些东西是我那位神仙朋友给我的。张秀秀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什么神仙朋友？你是不是把我卖了？我知道你一直嫌弃我瘦小不能干活，卖了也好，也能让你吃几天饱饭。不过你这也太奢侈了。此时陈博一阵头大，感情这个混蛋在这个善良的姑娘眼里已经是根深蒂固。秀秀，以前是我不好，现在赌场的那一顿打给我打醒了，我再也不是那个混蛋。看着吧，我一定会给你这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安抚好张秀秀，陈博又躺到了床上。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运动，这身体真的是快有些扛不住，得先好好养伤，过2天再到城里卖点东西，高脚杯什么的，这个世界肯定没有。又过了半个小时，陈博的肚子不由得咕咕直叫。这么久以来的食不果腹，也让这具身体非常的羸弱。吃饭了，相公。主食是2碗大米粥，说是粥，可是水多米少，看来还是没有变啊。不过也能理解，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时代，肉这玩意儿，那基本都是地主老爷和城里大户家里才能见到的东西。陈博一阵心酸，放下碗就冲进了厨房。但是不到半个时辰，陈博就再一次出现了在房里，端着一个肉菜，还有满满的一大碗米饭摆到他面前。秀秀，以后你得顿顿给我这么吃，1个月之后你还是这么瘦，我就把你卖了。这个时代，穷人家娶媳妇都想娶个臀大腰圆好生养的，在别人眼里，张秀秀这样的就是干不了活，生不了娃。在陈博的严厉要求下，他足足吃了满满的一大碗饭和整盘子肉，这应该是他一辈子吃的最满的。全村人饿的都在啃树皮吃野草，他家里顿顿吃大米，顿顿吃肉，别人家里墙皮都没有，他家厨房里堆满了大米、猪肉。陈博穿越了，带着他的城市穿越了，商场里物资无限，只需要一个意念，要啥有啥。眼见这个男人因为赌博败光了家产，看着家里家徒四壁，白捡的娘子饿得皮包骨头。看到这一切，他在想法赚钱。此时陈博想到了玻璃，在古代玻璃可是只有皇家才能用到的东西。意念一动，手里多了个玻璃碗，这边准备动身往城里去。门外传来了二叔的声音：大侄儿，咋样，伤好心了没有？这以后千万别再去赌，跟秀秀好好过日子吧。哟，二叔，你咋来了？我这准备去青山城，不是去赌场。我这不是怕你把秀秀给卖掉，我这可不带盯着你脸。二叔怕陈博去城里是为了卖秀秀，所以就想着要跟着他一起去，不能再让这小子犯浑。那个，我刚好也去青云城，一起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陈博心想，原主还真是个混蛋啊，居然连媳妇都想着卖了赌钱，想想都扎心。我爸之前连媳妇都没有。两人差不多走了3个时辰，才来到了青山城外。只见城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陈博疑惑地看着陈大牛：二叔，排队是干嘛？外地人吧，进城要交进城费，不知道。陈博看了眼二叔，陈大牛看了眼陈博，两人都是一脸的懵逼。不好意思，大娘，我农村来的，请问这进城得交多少钱啊？农村的哪个村？这方圆几十里我没听说有叫农村的村子。就是很远的一个小山村。大娘，你还没告诉我进城得多少钱呢？就你们这2个乡巴佬，就别想着进城了。看见你俩这样就给不起，2个铜板1位。我操，那么贵！大侄儿，你有钱吗？我没有啊，你没有吗？钱都在你二婶那儿呢，我哪来的钱？卧槽，感情走了半天，连城门都进不去。此时陈博心生一计，回去肯定不会回去的。累死累活走这么长时间，一个子没挣到，怎么可能会去？陈博转身朝旁边的树林走去，思索了许久，拎着2袋大米走了回来，一袋里面装了1斤左右大米。瞧一瞧，看一看，我二叔带着2升大米去娶媳妇，没想到媳妇跑了，大米便宜卖，便宜卖。陈博这一嗓子将正在思考如何进城的陈大牛给吓了一大跳。臭小子，你二婶哪里跑了？还有这大米哪偷的？陈博没有搭理二叔，随着这一嗓子，就有人围了上来。小兄弟，你这大米怎么卖？陈博一脸懵逼，自己特么不知道物价呀。陈博转身看向二叔，二叔，这大米怎么卖啊？
陈大牛一脸懵逼，因为他吃都没吃过，怎么可能知道价格？小兄弟，我看你的大米品质不错，市场价5个铜子儿1升，你这儿2升左右，给你12个子，行不行？陈伯抬头看了他一眼，特么忤闻，心说你唬你爹呢？但此刻不是废话的时候，先进城再说。到了城里，钱还是个事吗？大哥大气，卖了。陈伯虽然知道肯定不止这个价，但自己的目的仅仅是为进城。走，二叔，进城。就这样，两人交了4个铜子儿进了城，而陈大牛则一脸心疼地看着陈伯，这小子败家的本事可一点没丢。来到城里，陈伯才发现这个世界的贫富差距是多么的大。两人走过一个酒楼门口，二叔，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家吃。陈伯牛逼哄哄地说道。陈大牛看着自己两人格格不入的穿着，想着陈伯手上剩下的那8个铜钱，你小子年纪不大，想法倒挺大的。这时，两人在一家写着一个大大的档字面前的一个商铺停了下来。你来这干嘛？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就出来。陈伯说完就大步踏进了当铺。要翻别地而去，别影响老子生意。当铺的伙计看到这个穿着蓝履的小子，挥手驱赶道：你确定要赶老子走？你不怕你老板扣你工资炒你鱿鱼？伙计看着这个嘴巴里说着奇奇怪怪言语的男子，也来了兴趣。哟，请问公子要当什么传家宝啊？看好了，当心闪瞎你的狗眼。说着，陈伯就从怀里掏出了那只玻璃杯。伙计一看眼睛都直了，这玩意可是价值连城，似乎也只有京城里面的那些达官贵人才能玩得起这玩意儿。看眼前这小子的气势，难不成是哪家大公子扮猪吃老虎？因为拿得出琉璃这样的物件不是他能招惹的。转身就带着陈伯往里走去。掌柜的，这东西收吗？大爷，您轻点，敢问大爷，此物您是活当还是死当？死当死的不能再死的那种，速度要快，拿钱要帅。要不是大爷我最近省费，这玩意怎么可能轮得到你？这位大爷，这东西虽说是好物件，但是它不好出手了，我只能给你这个数1000两。行，成交。陈伯心里乐开乐花，因为这样的玻璃碗他堆积如山，没想到一个能卖这么多钱。此时掌柜的心里也是乐得屁颠屁颠的，因为这样的琉璃碗可是价值上万，没想到只用了1000两就买下来了。此时他真把陈伯当成了地主家的傻儿子。外面的陈大牛等得都着急了，就看到陈伯提着一大袋东西走了出来，随即把银子交到二叔手上。太重了，二叔，你提着吧。什么玩意儿啊？陈大牛一边说一边接过口袋，打开一看，吓得跪在了地上。只见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连忙把袋子合上，一脸警惕地看着周围。大侄儿，你在哪儿搞来的这么多钱？昨晚做梦，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他教了我许多法术，我给里面的老板治好了多年的疾病，然后这是他给的报酬。陈大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大侄子，白胡子老头，难道是仙人转世？天佑我陈家呀，居然出现了仙人弟子。二叔，那白胡子老头给我说不能声张，不然就要收回我的法术。大侄子，那我们现在去哪儿？看着此刻二叔，陈伯心里也很是感动。记忆中自己老爹死后，眼前的这个糙汉子可没少接济自己，时不时给自己送点粟米，自己去借钱只要他有，从来都不会拒绝。而自己的二婶也从没有因为这些事情看低过自己，反而时不时的带着张秀秀到处找活干，寻思多赚点钱贴补家用。二叔，你会赶车不？会呀，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会的？那好，我们买车去。陈大牛睁大了眼睛，完了，这小子又开始败家了。接着在陈伯的一路打听下，两人来到了车马行。公子是想买吗？没错，给推荐推荐。客官，来看看我们这匹纯正的塞外宝马，日行1000里没问题，只要100两，你就可以带走。陈伯一脸懵逼，卧槽，这么贵？古代劳斯莱斯吗？还是不加迪？二叔，这玩意儿我不懂，你去吧。随后小厮带着陈大牛走到了另一个棚子，最终陈大牛选中了一头老马，加上车套，一共50两银子。二叔格局小了，不过自己也就单纯的往返方便，于是也没多说什么。这玩意儿皮实耐操，就犹如现代的某灵神车一样，多拉快跑也不错。陈伯可不知道，这玩意儿就算放在清风镇，也是妥妥的大户人家才能拥有的东西。一个村庄能有个马车就不错。世上没有遮天术，我叫陈伯，你记住。一个现代的玻璃碗被他拿到了古代，卖了1000两白银。这种玻璃在当时的古代被称之为琉璃，琉璃在古代可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东西。而这样的玻璃碗，陈伯却是堆积如山。因为陈伯是从现代穿越来的，他还带来了一整座城市，随手拿了个玻璃碗就卖了1000两白银。陈伯拿到银两就带二叔一起买了辆马车。小子，接下来咱们去干嘛？钱也赚到了，接下来当忽然是开始消费。啥是消费？消费是谁？陈伯梅在给陈大牛解释，首先来到市场买了200斤大米、半扇羊肉。买完食物，陈伯又带着陈大牛来到了成衣铺子。虽然自己商超空间里面有着大量的衣服，但是那玩意儿都是现代衣服，穿出来不得被当成另类。两位客官，买衣服。是的，我们先随便看看。陈伯悠悠地对着掌柜的说道。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出现在了陈伯的耳边。我说掌柜的，你这店里连乞丐都能进来买东西吗？陈伯回头看了一眼，
一个差不多200斤跟个猪一样的女人，古代也跟现代一样，都会出现这种人。陈伯有理她，而是自顾自地挑起了衣服。哎，我说你这小乞丐，这衣服你买得起吗？你就摸。女人不依不饶地说道：这件是你的。小子，你还敢顶嘴？这衣服我本来看上了的，现在你摸过了，老板，我不要了。女人趾高气扬地说道。老板也一脸尴尬地看着陈伯，你也不看看你长得这个样子，都特么快胖成球了，这衣服你穿得上吗？买不起镜子还没有尿，也不照照才出门。咦，你可离我远点，一股大海的味道，多少天没洗了，下水道很久没人通了吧？陈伯此刻真像一个泼妇，虽然这些新词他们都听得不怎么懂，但是仔细一想，还是能够明白陈伯说的是啥。妇人涨红了脸，指着陈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陈伯没有接着理他，而是对着老板说道：刚才我摸过的都给我包起来，他摸过的我可不要，我怕传染。掌柜的也深深地看了一眼眼前的妇人，老板既忧愁又兴奋地帮陈伯把衣服包起来。陈伯又选了几匹布料，就招呼陈大牛装车，一顿忙活，两人赶着马车便出了城。殊不知骡车的后面几个彪形大汉也悄悄地跟了上去。出了城门，陈大牛一脸惊讶地看着陈伯：大侄子，那个白胡子神仙教你医术还教了啥？看来真是人言可畏，说的多了就成真的了。于是胡乱地回应了他几声，扭过头去再给二叔问下去，就露馅了。二叔，停车，我要拉屎。陈伯对着前面的陈大牛喊道：懒人屎尿多，没有也想屙。陈伯下了车，一路小跑来到了小树林，闪身就进入了空间里，找到了叔叔机构。陈伯说完就踏进了那扇前世从来没有去过的大门，找到一间门口写着装备器材库的门前，发现门轻轻一推就开了。陈伯惊喜地看着里面满满的现代装备，却犯起了愁。自动装备太过惊世骇俗，要是被有些人看到，会招来特别多的麻烦。思索良久，陈伯拿出一把匕首和一根电棍，为了安全起见，还在身上藏了一把手枪，这才走出了空间。陈伯走出树林，就看见二叔被三人拦住了。前面的那位武林高手何故拦我马车？咦，胆子不小，这情况还能镇定自若。最近兄弟们手头紧，这位公子借点钱耍耍。恨不得还借点钱，打劫就打劫呗。你看我们俩穿的这个穷酸样，你要打劫也选个富一点的人家吧。哈哈，这就不该是你操心的事情。马车留下，你们可以管了。当铺掌柜给了你们多少好处？你们回去把他嘎了，我加倍行不行？听到陈伯说出了当铺掌柜，三人顿时心头一紧，看来事情暴露了。小子，原本哥几个不想嘎人，但是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等等，哥几个，我给你们变个魔术怎么样？说时迟那时快，陈伯掏出电棍，带着三人一人一下，只见黑衣人一阵抽搐，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二叔，快把他们拖进山里。啊，你要干嘛？别啰嗦，快点儿，一会儿来人就不好了。陈大牛没有继续说话，将三人拖入了丛林之中。随后两人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赶路回家。大侄儿，这也是那个神仙爷爷给你。陈伯心里一阵轻松，看来自己这个白胡子老头是用对了。没错，你这可是仙家用的仙器，瞬间就能把人放倒有。陈大牛也不再多问，赶着车就朝着马山村而去。夜幕降临，两人才赶到陈伯家里。正好张秀秀从屋里出来，看到二人。相公、二叔，你们回来了。两人看到秀秀出来，都应了一声。二叔，帮忙卸一下东西。好嘞。随即陈伯挑出了50来斤大米，切了一条羊腿，还拿了一匹布。二叔，这些你拿回去，让二婶给你做几身衣服。说完还拿着1个10两的银锭塞进了他手里。陈大牛看着眼前的这堆东西，张大了嘴巴，这侄儿这么大方。大侄儿，这可使不得，无功不受禄。二叔，别矫情，快回家，二婶和龙飞哥肯定等得着急了。对了，明天叫龙飞哥来这儿一趟。陈大牛看着这个大侄儿，心里顿时很是高兴，拿着东西就走了回去。愣着干嘛？快去做饭，饿死老子，多放点肉点。张秀秀没有过问东西哪来的，听到陈伯说饿了，转身就进入了厨房。陈伯这时回到房间里，从空间里拿出几床羊毛被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转身向厨房走去。看着桌子上的肉食明显的比昨天多了很多，陈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错，进步很快，你太瘦了，身子弱，就得多吃。相公，这么多东西，要不少银子吧？还有那马车。其实张秀秀还是在担心这个突然暴富起来的男人，感觉一点都不真实。我说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你只要明白，你相公我经过仙人的点化，开窍了，以后还会有更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你什么也别问，跟着相公吃香的喝辣的就行。陈伯的一番话打断了张秀秀刨根问底的势头。秀秀，这些都是今天给你买的衣服，看看喜不喜欢？喜欢，只要是相公买的，我都喜欢。娘子，那些衣服你拿去试一下看看合身不？不合身的就拿去给二婶。此时张秀秀看到陈伯突然之间的改变，心里猛地一暖。从他进入陈家以来，陈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这么好过。陈伯看到张秀秀愣在哪里不说话，就催促了下：什么情况？话干嘛呢你？陈伯疑惑道：两人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原主似乎对那方面丝毫不感兴趣，至今都没看过张秀秀的身子。相公，奴家要换衣服了。那就换个衣服，不用请示汇报。陈伯脱口而出。听着陈伯这让人听不懂的言语，张秀秀一时间又羞红了脸。这时陈伯才明白过来，原主你真是个小垃圾。秀秀，
我们是夫妻，还有什么不能坦诚相待的呢？相公看着你换。见到陈伯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是啊，都是夫妻，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呢？随着衣服的缓缓落地，以下发生了不可表述的事情。只因他早晨起床亲了美娇妻子，他差点把昨晚吃的肉都给吐出来。卧槽，秀秀你嘴咋那么臭？你多少年没刷牙了？相公，什么是刷牙？刷牙是谁？如今的这个大商朝是没有牙膏这个产物，人们只是用水漱口，因此人一辈子也从不刷牙。还好他随身携带商场而来，趁着媳妇不注意，陈伯闪身进入空间里，随便找个超市拿了一些洗漱用品出来。随后陈伯拿着牙刷找到张秀秀，教他怎么刷牙。两人正刷牙时，便听到门口传来敲门声。谁啊？别敲了，再敲门要掉了。陈伯打开房门，此时只见外面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眼前的人正是二叔家的儿子陈龙飞，长得牛高马大，比陈伯大1岁。龙飞哥，天还没亮，干嘛呢这是？卧槽，小脖子，你这是咋了？怎么中毒了？说是迟那时快，陈龙飞上去把陈伯按在地上，就开始大声喊：快来人啊！陈伯中毒了，弟媳快出来，小伯中毒了。陈龙飞本身就人高马大，陈伯被他压在身下，丝毫动弹不得，嘴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这时张秀秀也咬着一把牙刷跑了过来。完了，这个也中毒了。陈龙飞放开陈伯就往张秀秀扑去，张秀秀着自己陈龙飞朝冲来，赶紧出声解释：龙飞哥，你先停下，相公正在教我刷牙呢。你看到的白沫是牙膏产生的泡泡。陈伯此时也缓了口气：你这个老六，老子是在刷牙。这时陈龙飞转头看向站起来的陈伯，这个小脖子，我一进来看到你口吐白沫，以为你中毒了，心里一着急就对了，老六是谁？陈伯无语的看着眼前的这个大男孩，真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正在这时，听到喊声的二叔和二婶也跑了过来，本来两家就挨着，所以他们一听到陈龙飞喊中毒就过来了。咋回事？小脖子刚才口吐白沫，我以为他中毒了，就喊了一嗓子。陈伯因为比陈龙飞小1岁，又瘦弱，因此陈龙飞从小就叫他小脖子。此时二叔看着陈伯，一脸关心的说道：没事吧，大侄儿？没事没事，我清洁牙齿，用了点牙膏而已。陈伯又给二叔解释一遍。爹，你不是说小脖子找我有事吗？嘴上说着，眼睛却死死的盯着石桌上的那块羊肉。陈伯看龙飞哥一直盯着肉，好吗？不仅是个老六，还是个吃货。秀秀，你去做饭吧，多做点做5个人的，多放点肉。说罢，张秀秀就往厨房走去，二婶也跟着一起去了。二叔，龙飞哥现在不没事做吗？我想叫他来给我帮忙，1个月给他10两银子，供他吃饭，你看行吗？啥？这货哪里值10两银子1个月？你要人帮忙，叫他来就是了，咋还能要钱呢？不，二叔，他帮我做事，我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他如果不听话或者偷懒，我也可以扣除他的银子。没事儿，你放心，他要敢偷懒，老子打断他的腿。不过10两会不会太多了？好了，二叔你别再说了。龙飞哥，你有意见吗？陈伯又朝着陈龙飞问道：1个月10两，家里边还有那么多肉，还不好吃，有意见？傻子才有意见。就这样，3人就把事落实了。这时门外就响起了一阵不合时宜的声音：听说我们的陈大公子发财了，看来是真的啊！只见马武带着几个二流子来到了他家门口，听着这阴阳怪气的声音，陈伯深深的皱了一下眉头。咦，原来是虎哥，带这么多人，怎么个事儿？这是镇上3合赌场的虎哥，你欠赌场的5两银子，该还了吧？陈伯是吧？前几日你去赌场借了5两银子，现在利滚利，一共是8两，给钱吧。虎哥趾高气扬地说道：8两银子，在这个年代，8两银子都快是普通人家1年的收入了。8两银子，好说，不过我没零钱，这个你再找一下。陈伯从衣服里面掏出一锭10两银子，拿在手里。看到陈伯拿出一锭10两纹银，人群都惊呆了，这货怎么这么有钱了？看来这小子是真的发财了。昨天老柴叔他们还看到他是赶着马车回来的呢。那可不是，今早上我还闻到他家里传出了羊肉的味道。你看张秀秀身上穿的那可是城里人才能穿得起的衣服。一时间人群中都在窃窃私语的讨论着。这时马武和虎哥也睁大了眼睛，本来以为这小子那不出钱就把他老婆抓去抵债。陈伯此时笑嘻嘻的看着虎哥，转身偷偷对着龙飞问道：哥，这些人你能打几个？吃饱了，全打都没问题。龙飞悠悠说道。陈伯悄悄把电棍交给了他，又告诉他如何使用。根据大夏律法，擅闯他人室内行凶者，击杀不究。虎哥，钱给你没问题，但是我记得那天对我拳打脚踢的，你们几个都有份吧？要不我打回来，这才算公平吗？陈伯笑眯眯地冲着虎哥说道：小子你找死，敢耍老子，哥几个给我抢！陈伯手里握着电棍，龙飞手里也拿着一个电棍，恶狠狠地盯着来人。你过来陈伯朝着龙哥几人伸出手指勾了勾，常年在道上混的，怎么不明白大商律法？一瞬间就想明白了问题。小子想炸你爷爷，以为我的第一天出来混吗？有本事你出来，老子就不出去，有本事你进来。小子你给我等着，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走出这间屋子。放心，
你爹我明天就去镇上，你看我敢不敢？陈伯在院子里面大声喊道。虎哥哼了一声，他们这小子比无赖还无赖，你给老子等着，看老子寻个没人的地方就弄了你。原本剑拔弩张的几人，却如同小孩子一样在门口对峙着。最后虎哥放了2句狠话，拿了钱便带人离去。带众人离去，陈伯给二叔和陈龙飞又交代了一些事情。陈二叔一家也回家去了，陈伯跟张秀秀交代一句也出了门。陈伯闪身进入空间，再次来到了叔叔机构，因为他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叔叔机构查封一些地方，收缴过很多违禁品。这时陈伯找到一个房间，打开门，只见里面堆满了长刀、短枪、弓弩、箭矢，还有气枪和充气设备。接着陈伯就挑选了一把十字弩和20来根箭矢，走出了空间。回到家里，陈伯拿出一个十字弩，告诉张秀秀如何使用。陈伯将十字弩交到张秀秀手上。我明天要去一趟镇上，为了安全，你这几天就别出门了，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去镇上。谁要是敢踏进门槛，你就给我射他。大商律法规定，入室行凶者击杀无罪。啊，你是说要把这东西给我？不，相公，这武器还是你带着防身，我在家里没事的。张秀秀连忙对着陈伯说道。没事，神仙爷爷可是赐给了我很多的神器，我还有，你就别担心了。其实经过了虎哥上门闹事之后，陈伯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明天自己去了镇上，就张秀秀一个人在家，万一哪个老六冲到家里来，张秀秀也有个防身的武器，而只要自己一走出村子，估计就会被人在半路拦截。相公，你明天可以不去吗？我很担心。其实聪明的张秀秀在得知陈伯说要去镇上，就明白了他的想法，所以才在晚上劝说道：不，秀秀，在这个世道，只有深入麻烦才能解决掉麻烦，我意已定。陈伯悠悠说道。如果明天不解决这件事情，那么留下来的肯定是无休无止的。他用一个现代的工艺品，在古代的青楼里赎了一位花魁。这件琉璃底2000两白银，赎你家花魁够吗？够了，够了，完全够了。只因陈伯是从现代穿越来的，他还随身带了一座城市。他随手从柜台上拿了一盒小雨伞，又拿了本唐诗300首。此时陈伯来到红云馆，扫了众人一眼，大声说：这里有没有花魁啊？此时红云馆的妈咪走了上来。花魁，公子真会说笑，我那几个花魁女儿可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敢问公子文才如何啊？妈咪似乎听到了天大笑话一样，居然还有人上来就要花魁，那可是镇店之宝，怎么能轻易示人？好吧，原来这玩意也来个饥饿营销，吊胃口啊！一会儿我那几个女儿可要登台，就看公子能不能入了他们的眼了。说完就朝着2楼走了上去。陈伯转身也找了个桌子坐了下来。过了大概5、6分钟，此刻中央舞台上，一个身材极好的女子缓缓地走上了舞台中央。有请我们的花魁梦烟姑娘登台。今夜梦烟姑娘要考考众位的诗才，有想跟梦烟单独相处，可作诗上台，被我家姑娘看中，自然会招君入闺房。说完带着那个梦烟姑娘就离开了。就这，他们就这么就走了？小姐姐，那所谓的花魁写首诗就能？小姐姐，女孩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立刻开心地解释道：要是梦烟姑娘欣赏你的诗才，也有可能不要银子呢。卧槽，还有不要钱的操作，但是写诗简单啊。但是此时陈伯对自己的字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心想字丑就丑吧，内容行就行。于是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下：花魁姑娘并非人，春风雨露下凡间，吾若能得清代简，定上九霄斋倾城。然后大笔一挥，毫不要脸地写上陈伯2个字。花魁姑娘并非人，春风雨露下凡间，吾若能得清代简，定上九霄斋倾城。梦烟嘴里念叨着，慢慢的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笑容。有趣，就是字太丑了。再说我可并非仙子。小芳，去把这个叫陈伯的公子叫上来吧。丫鬟听完蹭蹭就朝着楼下跑去。敢问可是陈伯公子？这位小姐姐，你叫我？小芳打量着眼前此人，长得倒是清秀，但是似乎……陈公子，我家小姐有请。陈伯一脸懵逼地看着眼前的女子，难道花魁看上老子了？于是对着众人说道：各位，咱们下次再喝，小爷泡妞去了。此时楼上房间里，陈伯近距离看到梦烟，瞬间眼睛都看直了。小女子梦烟见过陈公子。这一操作可把陈伯整不会了，于是说道：孟小姐，很高兴见到你，请多多指教。这是什么打招呼方式？梦烟突然就对眼前的男子产生了兴趣。公子的诗可谓别出心裁，有感儿发有感儿发。自从在舞台上见到小姐姐的身材，就深深地迷住了我。再配上你这张祸国殃民，配上你这绝世容颜，倾国倾城，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呀。陈公子倒是直接，与那些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不同。那玩意儿我不会，我只知道姑娘长得美，窈窕之淑女君子好逑，我就单纯的喜欢你而已。陈伯说起话来毫不顾忌。多少银子可以与你深入交流啊？陈伯直接开门见山，自己是来消费的，哪有闲工夫与他甩文弄墨？深入交流。梦烟感觉眼前的这位男子嘴里全是奇奇怪怪的词语。梦烟姑娘，要不你说个数，我把你赎回去给我当秘书吧。何为秘书？梦烟对这个称呼很是奇怪。秘书就是
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孟烟此时听的是一脸懵逼，不过又眼神狡黠地问道：“公子愿为奴家赎身？你赎身多少银子？划得来的话也没问题。”陈伯一脸无所谓地说道：“对于这种级别的美女，买一个又算得了什么？大不了跑别的城市再去卖几个杯子。还请陈公子去问问妈妈，我的自由可不能自己做主。”孟烟想到，要是眼前这个长相帅气的公子能够帮自己赎身，也算是自己比较好的归宿。可是眼前此人真的愿意花那么多钱替自己赎身吗？陈伯转身就出了房间。妈咪，看着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似乎又年轻了不少啊。陈伯开口说道，毕竟伸手不打笑人脸，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公子嘴太甜了，就爱拿姐姐打趣。来，我跟你商量个事情啊。公子有什么吩咐？是不是我们的姑娘惹你生气了？没有，我就想问问孟烟姑娘赎身多少银子？陈伯直截了当说出了想法。要不换个地方说话，这人多嘴杂的。妈咪带着陈伯来到了一间安静的小屋。其实他对于孟烟有人愿意赎身，高兴还来不及呢。毕竟这个世道被逼着卖儿卖女的多了去了，只要给他时间，培养出100个孟烟都没问题。妈咪，实话说吧，孟烟我是要定了，开价吧，其他的就别来了，我时间宝贵。妈咪一看陈伯这架势，不好忽悠啊，是个懂套路的主。我们母女情深，但看在你那么喜欢孟烟的份上，你就拿2000两，但是娶回家后可要好好待她。我去你 M 的2000两，你他妈怎么不去抢啊？陈伯略微思考了一下，顿时就有了主意，朝着妈咪说道：“你等我一下，我去尿个尿。”说完就跑出房间，径直走进空间，在里面拿出了一个价值5块钱的玻璃摆件。房间里，陈伯将玻璃摆件放在桌子上。此乃我从远方得到的琉璃摆件，花了3000两白银，身上没有现银，由此底价如何？看着陈伯拿出这个琉璃摆件，妈咪顿时就挪不开眼睛。要知道，这玩意儿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你说什么？你用这么珍贵的琉璃抵2000两？此话当真？妈咪二话不说就同意了。看着手上的卖身契，也就是说，从此刻起，孟烟就是属于自己的财产。这封建时代的人啊，真不值钱，一个破烂就能换个美女。不过小爷喜欢。看着陈伯手中的卖身契，孟烟此刻依旧是处于懵逼状态。在陈伯的要求下，孟烟连夜搬离青楼。走，哥带你客栈歇息去。陈伯拉起孟烟的手就要走出去，这是一个拿着大包小包的女孩也紧紧地跟在后面。陈伯疑惑地看着她，小姐姐，你这是？姑爷，我是小姐的丫鬟，你既然为小姐赎身，那么我自然跟着你们走。这特么还买1送1，好吧，那就随我们一起走吧。陈伯带着俩人飞也似的跑出了青楼，转身就来到了青山城最大的客栈。老板，开2间上房，钱无所谓，一定要干净舒适。相公，1间就行，小芳是丫鬟，该在旁边伺候着。孟烟开口说道。卧槽，还有这好事，万恶的封建社会，我太喜欢了。陈伯内心在欢呼，想到接下来的场景，小兄弟都高昂起了头，而一旁的小芳却涨红了脸。她是小姐的丫鬟，其实也算陪嫁品。好吧，老板，就随他们。老板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这莫不是个傻子吧？这有什么值得大呼小叫的？骗子1号，公子保您满意。楼下的掌柜听着上面传出来少儿不宜的声音，招呼小二过来说道：“过来看着，我出去一趟。”说完，头也不回的朝着红云馆。他拿着一包价值1块钱的食用盐，在偌大的青山城换了一套房子。小兄弟，你这东西从何而来？眼前这位妇人用手指沾了一点尝了尝，只见入口咸，却没有丝毫的苦味，随即脸上就露出了狂喜之色。作为大商朝最大的盐商之一，他又怎么不明白眼前这东西的重要性？这足以让自己的家族再次腾飞。这玩意在这个世界也就我能制作，别人做不出来。敢问公子大名？你这个朋友周某人交了。眼前这位是青山城最大的盐商，名叫周世才。由于前去京城发展，因此再把这座院子挂卖。在这个时代，盐这玩意儿可不是随便能卖的。陈伯此时心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周老板，咱们不如合作一番。合作？感情这小子要把制作这玩意的方法攥在自己的手上。陈兄，你可知制作这的方法需要极强的力量才能保得住啊？咦，这老小子敢威胁自己，看来不得不展现实力了。周老板，再给你看个宝贝。只见陈伯所指的地方，砖石横飞。周世才心中大惊，他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就这么随手一指就能射穿院墙，难不成是仙人将士？也只有这能够说得通了。特么老子刚才还威胁人家。正当陈伯还在感叹这世界的砖头这么脆弱的时候，周世才不知仙人降临，多有得罪，还请仙人饶命。周世才此时吓得跪在了地上。仙人什么玩意儿？难道这世界真有神仙？周老板可折杀在下了。这会儿，你觉得我能否保住这只盐技术？好了，周老板，起来，咱们先来说说房子的事情。房子，陈仙人您尽管住就是，怎么能要您的钱呢？周老板言重了，一码归一码，钱还是要给的。还有啊，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周世才立刻就明白了陈伯的意思。仙人一定不想让我暴露他的身份，看来之前又梦浪了。陈兄，这房子说实话对我周某
也算不得什么，给你打个折，抹个零200两，卖了。卧槽，离了个大谱，果然有实力就是好。陈伯还想再加点，奈何周世才始终不愿，所以陈伯也只好作罢。中午，青山城最大的酒楼知味轩的天字1号包间里面，周世才容光满面的为陈伯倒着酒。陈兄，那货物什么时候能够供应？没有直接说戏言，而是说货物。感情这位周世才还真是混迹商场的老狐狸。陈伯微微一笑。1月之后，青山镇、象牙村等待周老板光临。周世才听后立马露出了一个美丽的笑容，一顿饭吃的可是其乐融融。第二天，陈伯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这昨天又买了房子，现如今所剩银两不多了，要想办法再搞点钱了。陈伯出了门，闪身进入空间，从超市里拿了个玻璃摆件，用麻布包上，大摇大摆走在街上。陈伯悠悠想着，就走进了一家看起来装修的富丽堂皇的当铺。当铺上面写着金盛2个大字，公子是要当东西。陈伯看着眼前客气的小厮，只感叹人靠衣装马靠鞍，自己不就穿着好一点，这待遇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我有一些宝贝要出手，不知掌柜何在啊？一进来就寻找掌柜，看来眼前这位爷身价不菲。公子，请随我来。这位公子如何称呼？寻朱某何事？朱掌柜好，在下陈伯，今日缺钱，出件东西。说着，陈伯把玻璃摆件放在了桌子上，朱父眼角一跳，继而就露出了狂喜的眼神。这青山城可是好久没见到这样的大货了，要是拿到京城，自己可不是大功一件。陈公子，你这尊琉璃可不多见啊。货虽好，但是也得打听打听来历，万一是哪个大盗去人家里偷出来的，自己收下了，那可就惹了大麻烦，保不齐掌柜之位都不保。陈伯立刻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朱掌柜，你应该也是见多识广之人，这尊琉璃可曾见过？朱父看着眼前的摆件，眼睛都直了。只见眼前这琉璃做工精良，没有丝毫的杂质。陈公子说教了，朱某谈不上见多识广，但也走遍了大商的大多数地方，此物未曾见过。敢问公子，此物……哎，我说你收不收？别墨迹，反正小爷我不偷不抢，你就放心的开价吧。朱父此刻也是感觉到自己过于担心了，要是谁有这东西，早他妈到处嚷嚷了，自己能不知道？是老夫多虑了，陈公子莫怪，此物虽是难得的宝物，但也不是青山城能够出手的，所以我买来后得运往京城，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只能给你25000两银子。朱父瞬间就报出了价格，陈伯心中狂喜，这破玩意儿值25000两银子，随即又在心里叹道：他们青楼那个给低了，3万，少一个子不卖，摔了也不卖。陈伯牛逼哄哄的说道，好似这琉璃他家里成堆一样。3万就3万，朱某今天就交了陈公子这个朋友，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出手，可得先想着哥哥。朱父朝着欲走的陈伯大声的说道。此时朱父对陈伯的住处产生了深深的兴趣。敢问公子哪里人士？我呀，农村的，别墨迹，给钱吧。陈伯不耐烦的随口答道。看着陈伯这副样子，朱掌柜也没有再问，而是对农村这个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里想到，此地肯定是仙人才能住的地方吧。陈伯揣着一沓银票和一个金属牌子走出了这间当铺的大，他从空间里拿出一张现代的房屋设计图，惊掉了当代名将的下巴。在下陈伯，拜见常先生。陈伯对着面前的一个50来岁的男人说道。男人没有理会陈伯，而是拿着那张纸怔怔的看着，一言不发。来，小伙子，告诉我，这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此人名叫常威，世代为人砌房子为生，他砌的房子据说青山城没人可以比得过他，所以此人在青山城地位也极高，一般人可请不动他。此时常威手里拿着一张 A3 的纸张。回常先生，这是在下自己画的。陈伯此时毫不要脸的看着常威回答道。什么？你画的？常威惊讶的转过头，看着眼前的这位穿着得体的富家公子。其实这确实是陈伯画的，为了不惊世骇俗，空间里面那些彩色书籍又不能拿出来，所以只有自己找来铅笔和尺子，有样学样，画在一张 A3 纸上。敢问公子是哪位先生的传人，居然能够设计出这么新颖而合用的房子？常威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立马就认定了他是某位超级建筑大佬的弟子。我师傅低调，不愿世人知晓他的名号，就不要打扰他老人家了。陈伯脸不红心不跳的扯着谎。对，这位小师傅是我梦浪了，此乃世外高人，才能设计出如此房子。说吧，小师傅，前来寒舍是为啥？常威对着陈伯抱歉的说道。小师傅，既然不能拒绝，就接受吧。常先生，您可折杀在下了，在您面前，我怎敢称师傅，叫我陈伯即可。此次前来是求常先生为我盖一栋这样的房子。陈伯开门见山的说出了自己的诉求。盖这样的房子，从图纸看来，这造价可不菲。陈公子选址在青山城哪片区域？是在青云镇的象牙村，还请常先生帮这个忙。这么好的房子呢，居然盖在村里，这小子钱多没地方花吧？图纸是一个2层半的小楼，不过1楼跟2楼之间被陈伯改成了木头，主体是砖瓦结构。没办法，这个世界没有水泥，而自己的空间里，陈伯寻找了一番，也看找到了一家5金店而已，不过也解决了卫生间、水管之类的问题。陈公子，重置一份图纸，这个忙老夫帮了，只是还有一个疑惑，
为何这设计要把茅房放在屋里？还请解惑。常威一脸期待地看着陈伯问道：“解惑？老子怎么解惑？”随即胡扯道：“这个茅房放屋里，也仅仅是为了入厕的方便。我手中有师傅烧制的马桶和蹲便器，以及一些通水的管子，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臭味。”常威此刻恨不得立马就前往象牙村看一看那所谓的马桶居然能够隔绝茅厕的臭味，随即又拿起图纸研究了起来。龙飞将羊肉和大米交到常威儿子手中，临走时还给常威的儿子塞了10来颗棒棒糖，惹得这小子喜笑颜开，对陈伯的态度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恭敬了。哎，小孩子就是单纯，谁给他糖，他就对他好。陈伯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听得龙飞云里雾里，挠着头赶着骡车朝着青山城中而去。第二日，直到了中午时分，两人才到了象牙村路上。只不过此时象牙村里却来了不速之客。正当陈伯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只见前方停着2辆豪华马。咦，陈兄，你终于回来了。马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卖房子给陈伯的周世才。这时从旁边走出来一个年轻人。啊，公子，这位就是我给你说的陈伯。陈伯抬眼看起，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正朝他走来。周老板，这位公子是？陈兄，这位是我家少爷周恒。小子陈伯，见过周公子。陈伯看着眼前此人，感觉不简单，没有商人的那一股子珠光宝气，但却有着那种常年高高在上养成的气势。而且周世才作为盐商，却对此人貌似非常的恭敬，那必定大有来头。陈兄客气，此次前来叨扰了。陈伯正疑惑呢，不是说好3月再来吗？为何这么几天就过来了？看着陈伯疑惑的眼神，周世才解释道：陈公子，我把你那宝贝拿给我家公子看，公子就迫不及待的要前来见你，冒昧了。无妨，只不过我现在毫无准备，二位此刻估计得空手而归。笑话，制盐那么简单吗？库存那些可是自己留着用的，怎么能轻易卖给你们？走吧，陈兄，去你家。一行人很快就到达了陈伯家里。张秀秀看到家里来了这么多人，此时很是惊讶。这位是周老板，这是周恒公子。陈伯给张秀秀介绍道。陈兄，看不出来啊，你这房子虽然破败，但里边住的人可让哥哥羡慕。周世才毫不顾忌地朝着张秀秀说道。一旁的周恒也是一脸笑意地看着陈伯，但是看到这房子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让各位见笑了，家里条件简陋，大家将就着坐一下吧。说完，陈伯就吩咐张秀秀搬出来一些凳子。张秀秀则一脸为难地看着陈伯，家里哪有多余的凳子啊？陈伯尴尬地说道。周老板，周公子，还请稍等，我去屋里拿点凳子。说完就朝着房间而去。陈伯闪身进入空间，从超市里找到了现代夜市摆摊做的塑料板凳。陈伯从屋子里出来，还拿出了一摞塑料椅子，一个套着一个。咦，陈兄，你家这凳子很是新奇啊，这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周世才那硕大的身材坐在塑料椅子上，竟然没有丝毫的摇晃。这个周老板就是普通的凳子，至于材料嘛，我称它为塑料。塑料？敢问楚兄造价如何？周恒也很是疑惑。造价？这是西洋的朋友赠予我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说完，陈伯并没有继续多说，而是进到了厨房。既然人大老远来到自己家，估计这会儿还没吃饭，那么总得做点好吃的招待招待。厨房里，陈伯拿出一口铁锅，以及许许多多的食材，羊肉、牛肉、各种丸子以及各种青菜，还拿出了2瓶43度的台子，怕餐具不够，还拿出了一些一次性碗筷。反正周世才见过自己的手段，都把自己当作神仙一样的人物，所以也不怕他们惊讶。在院子外面架起柴火，起锅烧油，将一包火锅底料倒进去，不一会儿，香味就传出去了老远，惹得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朝着这边看来，就差没流口水了。火锅底料的香味在这个大多只有蒸煮的时代，诱惑力可谓不强。家里条件有限，新房子还没砌好，就委屈一下，吃个便饭。陈伯招呼着周世才和周恒。周恒看着这些奇奇怪怪的食材和碗筷，露出了奇怪的神色。周世才在他的耳边轻语了几句，周恒立刻就露出了了然的神情。周世才此时看到陈手里酒瓶，一把抢了过去。这瓶子居然是琉璃做的，好吗？把这茬给忘记了。于是开口解释，这酒可不是一般人能喝到的，也就是周老板的到来，我才舍得开。陈兄，这吃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可有名字？这在我们农村啊，叫乱炖，也叫火锅，适合冬天吃。这个世界还没有火锅这个讲法。周世才听完，一致认为农村一定是仙家住的地方，凡人不可及。咦，淡了点，加点盐。说完，陈伯就拿出一个陶罐，朝着锅里倒起了盐。这一幕看得周恒眼睛都直了。之前二叔跟我说，我还不相信。陈兄，这斤盐真的能要多少有多少？成本如何？终于进入正题了。陈伯一脸笑意地看着周恒，特么你二叔叫我陈兄，你也叫我陈兄，这辈分乱的。周公子，目前我还不能大量的产出，但是3个月之后应该也差不多了。成本嘛，低到你难以想象。是周某心急了。不过陈兄，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明白，我们大商朝建国100多年，这盐也被把持了100多年，大商子民太苦了，所以这次你一定得帮我。为了报答，所有收入我与你5/5分。
5分吗？以后再谈。不过盐这玩意儿制作应该不难。他这次去青山城还特地去了解了一下盐价，50个文1两，还是发黄的粗盐，普通人家根本就消费不起。而市面上最好的精盐高达500文1两，成色完全没有自己这个好，估计也是被周世才这种盐商把控了，故意抬高价格吧。其实陈伯猜错了，周世才并不是正经的盐商，充其量算个2道贩子。他没有制盐之法，所以就以商人的身份去大量收购粗盐，然后平价或者低价放出，目的就是突破那拥有制盐之法的世家把持。要知道，把控了这类必不可少的物资，对于皇权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牵制。其实周世才的身份不仅仅是富商，也是大夏朝的2王爷，皇帝的亲弟弟，而眼前的周恒则是当今八皇子。八皇子从小心系民众，见不得人间疾苦，是个口碑极好的皇子。这叫常威，是整个青山城最好的包工头。常威从业40年来从未出过错，青山城建筑行业的权威专家。可惜今日被一张 A3 纸推翻了他所有的认知。上集说到，陈伯用一个玻璃摆件卖了3万两白银，就从空间里找了一本现代建造图纸，自己画下来，直接让古代的建造专家推翻所有认知，惊掉了下巴。第2日一早，常威就来到了陈伯的家门口，陈伯指引着他，等于他来到房屋旁边的空地。常先生，我就相中了这个地方，准备在这建房。常威围着空地转了一圈，时而点头，时而摇头，看得陈伯是一脸的紧张。陈公子可谓是眼光独到，此地无论从风水或地势都尤为的好。不过嘛，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清楚。这 TM 抑扬顿挫，说的陈伯一脸的紧张。还请常先生明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就是此地水源难以解决。从我多年经验看，此地不适合打井。搞这么一惊一乍的，还以为是什么问题。这个事陈伯早就看好了，自己空间里面的5金殿有的是水管，而且后上山那条小溪比地下水好的太多。于是对着常威说道：常先生，这个问题好解决，我带你来看些东西。2人来到房间后面，只见角落堆满了水管以及各种材料。常威一脸惊讶地拿起那些水管，这莫不是过水的？但这材料……常先生，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材料，但是很好用。我准备用这个东西去接后山的溪水，然后就能够解决家里用水的问题。这个具体操作还得常先生帮忙。随后的半个时辰，陈伯带着常威了解了什么叫水管，什么叫弯头，什么叫盛水湾，还有他心心念念的马桶、蹲便器、花洒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玩意儿，直呼太神奇。与其说今日是来查看地形，还不如说是来学习的。陈公子今日受教了，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如此聪明之人，能创造出如此新奇又好用的物件。陈伯心想，可惜这世界没有电。不过说起电，貌似空间里有一些楼顶装有光伏发电设备和太阳能热水器，看来房子建好之后得把那些给拆出来，不然大冬天要烧热水也麻烦。中午，陈伯又请常威吃了一顿火锅。饭桌上看到陈伯居然让张秀秀上桌，这也刷新了他的认知。女人不都是用来伺候人的，如何能与男子同席？我的女人就是用来宠爱的，又如何不能同席？这话说的张秀秀一脸的感动，恨不得马上就将陈伯就地正法。下午，陈伯再次来到了王德发家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解决调研这个问题。为了此事，陈伯昨晚偷偷在空间翻遍了那些书籍，终于给他找到了矿盐提炼方法，又在空间里找到了许多器皿，准备用来实验了。这玩意对于现代人来说，小学生都可以搞定。很快，陈伯就提炼出了精盐。还有谁？王叔在家吗？哟，陈娃子你来了。昨天看你家来了贵人了，我就没去打扰。有贵人来我们象牙村，那是我们象牙村的福气，也是你陈娃子的福气。这番前来，所谓何事啊？此次前来，还请王叔帮忙看看，我们马山村哪有矿盐？矿盐？你要那玩意儿干嘛？那可不能吃啊，毒死人！看来是真的有，不然王德发可不能这么了解。毒死人那是里面有杂质，用现代技术提纯就可以食用了，而且还相当的纯净。王叔，没事，你就告诉我哪里有就是了，我拿那玩意儿有用。村西边就你家旁边的黄山，不全是那玩意儿吗？此话当真？王叔，我想将那个山买下来，不知需要多少钱？陈伯一脸惊喜，原来自己家旁边就有呢，看来原主还真的除了败家啥也不会。你要买那个山，王叔可先跟你说好，那一个山头啥也种不出来，你可得考虑周全。在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陈伯用100两买下了整座山。放心，陈娃子，今天手续给你办齐了。对于王德发来说，这啥也种不出的东西，能够发挥价值，给村里创收，求之不得。陈伯一脸笑意的回到了家，转身就朝着村西边的那座山上而去。山上，陈伯手里提着一把工兵铲，一在地上铲了2下，就看到了那泛着黄白之色的晶体，立刻兴奋的大叫了起来。原本以为还要去到海边运海水，没想到在家门口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于是赶紧回到家里，找到二叔陈大牛。二叔，我想在村西边的山下盖一间工坊，你帮忙去村里找几个匠人呗。陈大牛疑惑的看着陈伯，这小子难道又要变着法的败家？你好端端的拿着手里的钱，一辈子吃喝不愁，在工坊干什么？你听我的就是了，只要事情成了，以后我们陈家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小家族了。二叔，盖工坊是为了答应了一位贵人的事情，总得给人办好吧。见陈伯提到贵人，陈大牛也就没再多问，说了句包在他身上就要离去。陈伯朝着家里走去，
住房解决了，公房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先摆烂一段时间。生命用来干嘛的？用来享受的吗？家里，张秀秀正在厨房里面做饭，饭菜很简单。这2日的火锅吃得过于油腻，所以就交代了张秀秀晚上吃清淡一些。秀秀，你识字吗？陈伯冷不丁地问出一句。奴家一个农家女子，哪可能识字？要知道，在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没事，今晚我在床上教你识字。当晚，2人就在床上深入的交流学习了起来。想知道学习内容的，点再加关注，下集接。他从空间拿出一瓶从嘎子家抢的假酒，倒进了一个大水缸里，又让媳妇把里边水缸灌满。只因他老丈人是个烂酒鬼，为了喝酒，只用了2两银子把他闺女卖给了一个烂赌鬼。秀秀，我们是不是很久没回娘家看望岳父岳母了？陈伯试探地问道。其实特么的原主连张秀秀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说他家里情况。啊，相公，你是说要与我一起回娘家？张秀秀惊讶地问道。说完，眼泪汪汪地看着眼前的陈伯。回个娘家而已，有这么激动？这是干啥呢？秀秀，不就是回趟娘家，干嘛又哭了？相公，我是高兴的，没想到你还能想到我父母。作为女婿，这些都是应该的。不过你也知道，我们成亲这1年多来，我就是一个十足的混蛋。现在我改变了，不再去赌了。陈伯一边说一边安慰张秀秀。下午2人赶着马车酒往龙岩村走去，上边装着满满一车货物，大摇大摆的往在张秀秀家走去。咦，大家看，那不是张老二家女儿秀秀吗？居然驾着骡车回来了。我可听说张老二那3000刀的2两银子就把他卖给了象牙村一个败家子，可没少受苦。这是怎么？难道是被退回来了？路过很多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那车终于到了张秀秀家。此时2人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发现张老二冲到马车前。你个赔钱货，是不是给退回来了？这是姑爷吧？我跟你爹可说好了，2两银子可不退啊。这一个操作着实给陈伯气愤的不行。作为一个21世纪的有为青年灵魂，哪有见过这样的父亲？这位是岳父大人吧？谁说要退了？陈伯实在是看不下去，于是站出来说道。张秀秀似乎已经麻木，居然没有哭，也没有生气的样子。不退，那姑爷这是？听到陈伯不是来退货，张老二顿时疑惑地问道。我这是来看看望您2老的。听到陈伯这么说，又看到马车上一车东西，张老二顿时面露狂喜。姑爷，快屋里坐，你看我这脑子，姑爷怎么可能退婚呢？我家秀秀那么能干。陈伯也不说话，自顾自地朝着堂屋走去。房间里，秀秀看见那个1年多未见的母亲。娘，秀秀回来看你了。啊，是秀秀回来了，快给娘看看，姑爷没有打你吧？没有，娘，相公待我很好，这次也是相公要求回来看你们的。只见自己这个1年多未见的女儿，此刻却是脸色红润，似乎还胖了不少，身上穿的也是富贵人家才能穿上的绫罗绸缎。啊，很好就好，很好就好。看着眼前这个妇人，再看看旁边懒洋洋的张老，陈伯瞬间就明白了过来，看来这个岳母在这个家里也不好过，于是啪叽往地上一跪。小婿陈伯见过岳母大人。这一操作一时间让眼前这个农家妇女不知所措，愣在原地动弹不得。看着在原地不动的岳母，陈伯赶紧转移话题。秀秀，我们去把东西搬下来吧，那肉放车里久了可不好。一听到肉这个字，张老二立马站了起来。贤婿啊，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啊？那怎么行？对了，岳父，我知道你爱喝酒，还给你买了几坛子酒呢，可都是西域那儿弄回来的美酒。张老二听到有酒，顿时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感觉浑身有了力气，一拳能打死一头牛。蹭蹭蹭跑到马车跟前，抱着1坛酒就朝屋里走。转眼间，一家人就坐在了饭桌上。贤婿，喝点啊！此时，张老二迫不及待地想品尝陈伯带来的美酒。开什么玩笑？那可是从嘎子家强的假酒，还兑了水，满满的科技与狠活，还是算了吧。岳父大人，小婿不爱喝酒，就留给你吧。张老二打开酒坛，狠狠地吸了一口刺鼻的酒精味，一脸的享受。这也太香了，真不是镇上那些酒能够比的。看来这女婿是真孝顺。既然贤婿不喝，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多吃点儿菜。张老二说完就一口就闷了下去了一碗，看得陈伯嘴角直抽，他们不会给喝死了吧？古代的酒普遍度数低，哪比得上这52度的假酒？虽然兑了水，也不是这个时代能比的。3碗下肚，张老二已经是很有醉意，看人都模糊了。不过他确实喜欢这个感觉，这才是真的酒。陈兄，你看我这女儿怎么样？要不你给我5两，我卖给你。卧槽，这他妈什么神仙岳父？张老二此刻已经是完全分不清人了。此时张秀秀是满脸的尴尬，岳母也是一脸的愁容。相公，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行，那就回去。岳父大人，您继续喝，小婿先走了。岳母，目前我正在起房子，你再委屈几日，待房子砌好，就把你接过去住。姑爷，你有这份心就好，好好待秀秀，就不用管我了，我就这个命。陈伯见此也没多说什么，此刻多说也无意义。相公，你真的愿意将母亲接来一起住吗？车上，张秀秀试探性的问道。是啊，我今天也看到情况，你那父亲还真他娘的不是个人。放心，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委屈了岳母。对于陈伯来说，多养个人而已，而且岳母过来还能帮忙做个饭什么的，何乐而不为呢？夜幕悄然的降临，见到陈伯回来，
常威急忙就冲了过来。陈公子，再给我说说那些叫什么水电材料呗？还有电居然能够为人所用，那雷公和电母不生气？陈伯对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弄得一阵头大，关键是不好解释，所以陈伯将一切都归功于玄学。在这个古代，也许只有玄学才能够讲得。他从空间里拿出一辆哈雷摩托车，轰隆隆地往青山城跑去。他本是一个现代的待嫁小哥，因一次意外穿越到了这个叫大商朝的古代。自从陈伯带秀秀从娘家回来，修房子的常威就天天缠着他。陈公子，再给我说说那些水电材料呗，还有那热水器、马桶。对于这些问题，陈伯一阵头大，关键是他也解释不清楚。半个月下来，陈伯实在扛不住了，于是就进城而来，顺便找花魁讨论一下诗词。可就在他快跑到城门下的时候，被守城的士兵给拦了下来。何方妖物，竟敢冲撞青山城？城门口，几个官差手握佩刀，一脸警惕地看着眼前的陈伯。这玩意太快了，老子差点就被他咬上。官差大哥，这叫铁马，并不是怪物，而是我们农村用的交通工具。陈伯无奈地解释道。虽然他知道这玩意一旦拿出来，那回头率肯定高，但没想到却引来了官差。咦，你是那个来自于农村的怪人？我不管你是什么马，先跟我去见过城主再定夺。说完，几人就围了上来，将摩托车团团围住。陈伯心想，这回麻烦了，看来这城主府自己是不去也得去。自己在这青山城里只认识周世才和周恒以及2个女人。一个官差头头模样的男人有样学样的骑上摩托车，嘴里喊出了一声驾，但是摩托车纹丝不动。这一幕看得陈伯差点笑出了猪叫声。他娘的，还挺练，给老子抬回去！就这样神奇的一幕出现在眼前，几人抬着摩托车浩浩荡荡地朝着青云城衙门而去。公堂之上摆放着陈伯的摩托车，一行官差拿着棍子站在两旁。堂下何人见本城主不贵，可有功名在身？一个威严的声音从前面传来。陈伯抬眼看去，一个大约50来岁的中年男人坐在上座，正严厉地看着他。小子陈伯，农村人，并无功名。咦，我来暴脾气！你既然没有功名，竟敢不跪，先给我打20板子再说。等等，这位大人，咱们不能一言不合就打人吧？陈伯赶紧说道。这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有时候打了也白打了。咦，你那个小子，你是大人还是我是大人？给你个机会，你莫不是有啥子背景？城主大人一时间也来了兴致，为官多年的他，深知牛逼的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有大背景之人。当然你是大人，我和周世才还有周恒是好朋友，这算不算背景？你说谁？周世才和周恒啊。哎呀，老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来，在后堂说话。我特么，这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请问老弟可叫陈伯，龙城先帝而来？这城主有健忘症啊！小爷刚才不是告诉你名字了吗？城主，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要不你恢复一下？桀骜不驯，特马自己有几颗脑袋。虽然眼前那位看上去不像皇家之人，但谁能确保没有万一？那2位爷是谁？特马一个皇叔，一个皇子。陈公子，敢问你那次前来青云城，所为何事？没啥事，就找周世才玩，没想到还没进城就被你的人架到这儿来了。陈伯说完，也在思考周世才和周恒的身份。按理说，一个城主，就算他俩是再大的富豪，也不至于对自己态度180度的转弯。难道他们是这官方的大人物？那么自己的合作就该好好谈谈了。原来是寻找2位，说来巧了，此刻他们正在做出喝茶，要不老哥我领你前去。这城主也太热情了，这会儿就变成老哥，再接触一下，不得要把女儿嫁给自己。那就请城主大人带路。不过我那些东西啊，把那儿给忘记了。小路子，将我老弟的东西拿进来。外面的小六子听到城主称呼陈伯为老弟，尿都要吓出来了。短短的时间就由犯人变成老弟了，人可是自己抓的，一会儿能有自己好果子吃。陈伯听到要把摩托抬进来，赶紧出声阻止。这铁马不用抬进来，就放在外面门口吧，我要那袋子就行。好的，公子，刚才多有得罪，还请原谅。此刻，周世才和周恒正在聊着如何利用陈伯手中的经验来扳倒那些世家大族。说着说着，就看到青山城城主蓝天磊带着一道熟悉的人影朝着他们走来。蓝天磊正要上前打招呼：“陈兄，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说完还不忘朝着蓝天磊使了一个眼色，蓝天磊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自己就退了出去。陈伯疑惑地看着在周世才面前卑微的城主大人，一时间就有了些许猜想。据自己了解，大夏朝皇帝姓周，周世才、周恒，难不成看来这些大人物都喜欢隐藏身份啊？于是陈伯也假装不明白，说实话，他并不怎么愿意与朝堂打交道。周老板，说来话长，这或许就是缘分吧。周兄，别来无恙。于是陈伯开门见山说道：“你们要的东西，在家里搞了半个月，弄出来了。”敢问陈兄，这是这半个月的量？这是1炷香的量，周兄可还满意啊？1炷香的时间，陈兄不要说笑。周恒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1炷香，这儿起码得有10斤左右。那么1天、1年，我大商朝的子民每人都能吃到精盐的愿望指日可待。陈兄，
这些成本如何？成本：山里的石头100两，100个工人扯30文1人1天，1天3两，1日出盐怎么说也得有个400来斤吧。要知道这玩意儿可是按两卖的。成本的话，比市面上的那些绝对要便宜，就不知周兄愿意如何定价。市面上的精盐高达500文1两，自己收个30文应该没问题。陈兄，实不相瞒，你应该也能看得明白，我们不是单纯商贾之人，这盐由你生产，我们收购。放心，我们只在造福百姓。你看我们给多少银子，你能够接受？当然，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亏本。陈伯假装思索，良久之后才悠悠开口：市面上的精盐500文1两，既然二位心怀天下，那我收个50文不过分吧？成交！哎呀，陈兄，你真的仙人下凡，来拯救我大商子民的，就这么说定了，50文1两。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树下，陈伯吃着懵逼果。陈伯此时一脸懵逼，草率了，特么的暴低了。不过50文，他还是能日进斗金。他们可是明明白白，那些世家1两盐的成本大约在100文左右。这次看老子不卷死你们！蓝天磊，给老子滚进来！周世才听完陈伯的报价，就朝着外面喊道。那个桀骜不驯的城主大人就点头哈腰的走了进来。老爷有何吩咐？快，令人准备文书，我们要和陈兄签署书契。周世才兴奋地对着蓝天磊大喊道：啊，书契？什么书契？此时蓝天磊也是一脸的懵逼。你这个城主是不想当了，书契都不知道？你倒是告诉我内容啊，不然签什么？蓝天磊急得都快哭了。周老板，别那么心急，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轻易反悔。蓝天磊听完陈伯说话，转身就出去找文书去了。啊，是老夫激动了，陈兄莫怪。能不激动吗？周世才大肆收购精盐，亏本卖，都弄不过他们，这会儿他该是多么的开心。三人商定了，从即日起，每月派人前往象牙村采购一次。为了安全起见，周恒还同意派人在象牙村周围日夜保卫工厂安全，但这些人不能打扰整个象牙村。他用一个玻璃摆件把青楼里的花魁赎回了家，还顺带了一个陪嫁丫鬟，可谓是买一送一啊！殊不知此刻一个采花大盗将要对二女图谋不轨。两位美人儿，老夫已经观察你们许久，待老夫传授二位双修之法，早日登顶极了。一个长相极其猥琐的男人正一脸淫笑地看着梦烟二人。怎么办，小姐？此人一定就是闻名江南的采花大贼赖二，传言此人武功高强，而且尤为好色，栽在他手上的良家妇女不知多少。咦，老夫纵横江湖数十载，也从未见过如此尤物。看来今日老夫必将功力大增。小芳急得都快哭了出来。梦烟相对于小芳来说，则淡定了许多。不要慌，小芳，总会有办法的。实在不行，一会儿我拖住他，你朝街上跑去报官。不，小姐，你先走，我拖住他。眼看二人正要惨遭毒手，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摩托车突突的声音传来。看着敞开的大门，陈伯就意识到不妙，急忙朝着屋里跑去，一边跑还顺手掏出了腰间的手枪，另一只手拿了一把匕首。进到房间，就看到了让他十分愤怒的一幕：特么好端端的，你来偷老子的家！只见梦烟一脸痛苦的躺在地上。你特么给我放下！敢动老子的女人，嫌命长吗？哦，原来是男主人回来了，知道吗？被我赖二看上的女人，他们的小相公都死了。看着眼前这个瘦不拉几的小子，赖二丝毫没有放在眼里。他最喜欢将男主人绑起来，然后看他们那绝望的眼神。小子，要老夫亲自动手，还是你自己将自己捆起来？看着朝自己缓缓而来的赖二，陈伯不由得菊花一紧。你特么死变态，你还男女通吃！说完抬起手，举起了袖口里早已经打开保险上好膛的手枪，对准了赖二就是死枪。这么近的距离，手枪可又快又准。再看赖二已经滚倒在地，这是什么暗器？不，暗器没有这么大力量，你这是仙人手段。你不讲武德，居然搞偷袭！老子讲你 M 的武德，你擅自闯入我府上对老子女人出手的时候，怎么不讲武德？说完又补了几枪。本来此地离城主府都不远，正在喝茶的周世才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不好，蓝天磊，快带人去陈兄弟府上。这声音他太熟悉了，之前陈伯就让他见识过这仙人手段，此刻出现，那肯定就是陈伯的宅子里面出事了。说完，周世才和周恒以及蓝天磊带着一队府兵就朝着城西而去。而看着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赖二，陈伯才放心的跑向梦烟。姑爷，吓死小芳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梦烟也眼泪汪汪的抱住了陈伯。好了，没事了，还好老子来得及时。我发誓，这种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好说歹说，二人才慢慢平静下来。这时周世才、蓝天磊也带人来到了门口。陈兄，出什么事情了？蓝城主，此人擅闯民宅，杀了没事吧？陈伯一脸淡然地看着地上的赖二说道。咦，这不是通缉已久的采花大盗赖二？此人轻功极好，居然被陈兄给抓到了。周世才见识过陈伯的手段，露出一脸平静的神情，问道：陈公子，弟妹二人无碍吧？感谢周老板关心，他俩只是受了惊吓，
此刻已去休息。那就好，那就好。将此人尸体挂于城楼，受万人唾弃。周恒一脸严肃地看着蓝天磊说道：“是的，少爷。”身后的几人就把赖二的尸体给抬了出去。陈兄用的可是那仙人之法。陈伯尴尬一笑，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但周世才此时又看向了陈伯手上的匕首。陈兄，这是什么仙气？陈伯是真受不了他这鬼鬼祟祟的样子，于是抬高了声音：“你说这就是一把匕首？”说完，将匕首朝着周世才递了过去。陈兄称这短剑为匕首，你说是短剑，那就是短剑吧？敢问陈兄，这短剑可否卖与在下？周恒抢过匕首，表示出了热切的喜爱。陈伯看着周恒喜爱的样子，特么一个能命令城主的人，必须是位高权重之人。虽然自己不愿与朝堂打交道，但是不得不说，在这个封建社会，还有什么比交好权力更安全呢？你们稍作休息，我去就来。于是陈伯转身走进另一间房间，从空间里找到了3把狗腿钢刀，这应该是哪个社会大哥收藏的，连皮套都有。虽然3人没有实质性的帮到忙，但是这速度可是杠杠的。陈伯也能猜到，肯定是周世才听到了枪声而来。说实话，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古代，交好有实力的人是陈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客厅里，陈伯将3把狗腿刀摆在3人的面前，说道：“几位，既然你们都喜欢这玩意儿，我这儿还有3把宝刀，你们试试看，看能不能入得了各位的眼。”咦，此乃仙气无力啊！陈兄，这3把刀无论如何都要卖给在下。周恒连语气都变得恭敬了起来。卖不卖啊？陈兄，我知道这让你难以割爱，要不卖一把？听到陈伯说不卖，周世才着急了。哈哈，逗你的，这3就送给你们了，身外之物而已。听到陈伯说出是送，3人立刻大喜起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看你是周兄的二叔，以后就别叫陈兄了吧，乱了辈分。陈伯朝着周世才说道。周世才此刻才意识到，这还真的是差辈了呀。是老夫思虑不周，以后就称呼陈公子。这时，孟烟和小芳也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奴家见过周老板，见过蓝城主，见过这位公子。3人里面，孟烟和小芳目前也只认识周世才和蓝天磊。这蓝天磊在这青山城口碑还是不错的，勤政爱民，所以大多青云人都认识。2位小姐客气，刚才那赖二让2位受惊了，都怪这玩意儿办事不力，才让那赖二逍遥法外。周世才说完，指向了蓝天磊。蓝天磊是有苦难言，但又不好这会儿赔罪什么的。周老板说笑了，蓝城主为我们青山城可谓是呕心沥血，这赖二行无影去无踪，怪不得城主大人。终于有个识货之人，那女子不错。于是也一脸感激地对着孟烟行了一礼。周恒则是暗暗感叹，这陈伯还真是我辈楷模，夫人一个比一个漂亮，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宫里那些，呸，什么玩意儿。好了，孟烟和小芳招呼一下，我去做饭。今日出了这样的事情，就不去什么翠云楼，在这儿吃。说到吃饭，周世才和周恒2人又露出了兴奋的笑容。要知道，象牙村的那顿火锅可让他们念念不忘。1个时辰以后，只见一口大锅里飘着羊肉、牛肉，各种丸子、青菜、豆芽，许许多多他见都没有见过的食物。旁边依旧是琉璃瓶子装着的2瓶酒。这次陈伯没有兑水，对于这几个身份高端之人，兑水怎么能拿捏？这一顿，蓝天磊第一次没有了君臣之心，完全不在乎一旁的周恒和周世才，用抢来形容都贬低了他的速度。这一幕看得陈伯下巴都要掉下去了。蓝城主，城主府的伙食看起来不怎么样。别提老陈兄，我以后能经常来吃吗？只要我在，随时欢迎来，别光顾着吃菜，喝酒啊。是，好酒，好酒，此酒因为天上有，人间哪得机会上了。蓝天磊立刻就露出了兴奋的表情，连诗都出来。他用一个价值5块钱的玻璃摆件在青楼里换了2个女的带回家，媳妇没但不骂他，反而还夸赞他。相公，你真是开窍了，居然知道带女人回家了。张秀秀脸上丝毫没有不满的表情。陈伯见此又大呼这让人疯狂的封建社会。此时陈伯、孟烟3人就站在门口的摩托车旁边。相公，你说我们3就骑着这个回家？对啊，你可别小看它，比马车都舒服，而且还快。说完，陈伯就率先跨上了摩托车，然后转身便催促2女。愣着干嘛？上车呀！相公，这就如骑马一样坐上去。孟烟和小芳都一脸懵逼地问道。没错，跟骑马一样，上来吧。于是2人学着陈伯的样子，一前一后坐上了摩托车。这要是在现代，铁定的扣分加罚款。坐稳了，抱着我，我要开车了。说完，陈伯一拧油门，摩托车嗖的一声就窜了出去。小芳被这么一下，双手就紧紧地抱住了陈伯，感受着后背传来的推背感。陈伯心里乐开了花，路上一路飞驰，转眼回到了象牙村的家。哑女看着眼前的房子，也被深深地震撼了一把。相公，你真是神仙一般的世外高人，梦烟做梦也没想到你如此的朴素。特么要是老子没钱买你们，还朴素不？这时张秀秀也从外边回来了，陈伯见到她立刻就迎接了上去。夫人辛苦了，再等一段时间就不用这么忙了。相公说的哪里话呢？秀秀不累，这2位妹妹是啊，这是相公的秘书孟烟，
这位是小芳，第二秘书。陈伯立刻对着秀秀说道。在路上，陈伯就跟梦烟和小芳说好了，他俩到了象牙村就不要称呼自己相公，而是老板，两人的身份也是秘书。在这个封建社会，就算纳妾，那也得弄一套程序，这样不明不白的，难免会让人说闲话，所以就先这么安排着。相公何为秘书？张秀秀一脸不解地问道。这个秘书啊，就是来帮助相公的。梦烟负责公房的财务，小芳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不过他们不是丫鬟下人，地位与我们一样。这时，梦烟和小芳二人也走上前来。梦烟、小芳，见过秀秀姐姐。看着眼前的二人，张秀秀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而是与二人聊了起来。三女人见面，也就基本没有陈伯什么事。陈伯叼着烟，朝着外面的工地走去。陈公子回来了，老夫对你的那个能骑的猛兽尤为感兴趣，不知可否与老夫说说？常威一看到陈伯，立刻就走了上来。之前看到陈伯带着姑娘回来，自己不便打扰，也就没有过来。啊，你说那个啊，不是什么猛兽，就是一个能够自己行走的座驾，跟马差不多。陈伯立刻敷衍说道，不然这老头又得打破砂锅问到底。赶紧接着说，常先生，不知道房子多久能够砌好？想着屋里的三女，他此刻确实有些犯愁。放心，陈公子，不出10日就可以入住。谈到房子，常威又一脸骄傲地说了起来。由于没有电灯，所以陈伯按捺住前往查看的冲动，告别常威，转身朝着家里走去。看四下无人，陈伯从空间里拿出来一个席梦思大床垫。张秀秀看到席梦思大床，早已经见怪不怪。张秀秀也想到了这个所谓的秘书，恐怕就是相公带回来的妾室，只是无名无分，不方便说罢了。要不然怎么准备了这么大一张床？目前新房子还没建好，就委屈你们三人挤一下。那你呢？张秀秀原本以为今晚要4个人一起睡，自己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但陈伯的这一句打乱了自己的心思。我去跟龙飞哥挤几晚，刚才常先生说了，还有几日我们就可以搬家了，到时候你们每个人都选一间自己的房间。当晚三人也早早的洗漱完毕，躺在了席梦思床垫上，开始了闺中悄悄话。秀秀姐，你和老板平时两人就在之前的那张床上那个吗？我下午看了那单薄的小床，怎么能够受得了摇晃？不摇晃啊，睡着不动就不会摇晃。不动？你们怎么能够不动呢？梦烟似乎想到了什么，难道陈伯还没有与眼前的女人？于是床上传出了让人害羞的虎狼之词，惹得三女嬉笑连连。黑夜里，张秀秀又一次羞红了脸，而陈伯来到了二叔家。咦，小脖子，你大晚上不回去睡觉，来我这儿干啥？下午他也看见了，自己这个堂弟又带回了2个美丽的女人，难不成跟传言一样，这小脖子那方面不行？家里人太多，今晚跟你睡。啥？跟我睡？家里人不管了？龙飞更加的惊讶，随即想到这小脖子莫不是……我说小脖子，你也长大了，家里有妻有妾，你可不能走歪路啊！你他妈脑子里面想什么呀？家里人多，床小挤不下，你想哪儿去了？我他妈是个正常男人，别废话，睡觉去。这小脖子膨胀了，有点钱看得你飘的，不过1个月给自己10两银子呢，他让干啥就干啥。小脖子，我对你这嘴里冒烟的东西很感兴趣，能不能？龙飞一脸笑意的朝着陈伯说着，他感觉陈伯到哪儿都冒着烟，样子英俊极了。不能，这玩意儿有毒。笑话，这给你上瘾了，自己就空间那么些，怎么分给你啊？有毒，有毒你还吃？笑话，我是谁？仙人弟子，你能吗？睡觉。说完也不理龙飞，转身睡去。这一夜对于陈伯来说可谓是彻夜难眠，陈龙孙呼噜声是惊天动地。第二天一早，陈伯回到家里，看看三女还没起床，就站在院子里吆喝了起来。起来啦，太阳射屁股了。张秀秀也是第一个出了房间。秀秀，就你起得最早。哪有，2位妹妹估计是第一次在这山村里睡觉，晚上睡得不踏实，起晚了点，习惯就好了。张秀秀似乎害怕陈伯责怪两人起得太晚，还为他们开脱呢。相公，你看那大黄狗可贪得很，吃着自己碗里的，还盯着野猪圈里面的呢。这一句话，这特么怎想怎不对，实在尴尬到没话回答张秀秀，于是对着狗子投去了一个和善的眼神。他斥巨资修了一座别墅，晚上一滴热水也没有，只因为这座别墅修建在古代的象牙村，没电没热水，让他很是焦躁。因为陈伯是从现代重生而来的随身携带的一座城市，于是他忍无可忍的。陈伯闪身进入空间，轻而易举的进入了一栋小别墅的露台上面，拿着在五金店顺来的工具，晃晃悠悠的拆了起来。还好自己穷人家孩子，大专毕业后做了不少的活计，不然还真拿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此时陈伯有把目光看向了一边的光伏发电板，忙活了一上午，终于把这些都拆卸了下来。看着一堆的东西，他从旁边停车场开来了一辆货车，又从商场里装了些家具，就这样开着货车浩浩荡荡的回到了象牙村。新房门前，常威看着陈伯拉了一大车货物，也不由得惊讶了一把。陈公子这么大的手笔，可让老夫开了眼。这些可都是别人送予我的，目前我们大商朝还没有。是啊，我瞧着新鲜，这些东西该是价值不菲。特别是这拉货的大铁壳子，居然会自己走。说完就招呼着众人卸货。陈伯又叫来二叔交代了一些，让他找几个年轻力壮的，把太阳能跟发电板弄到楼顶。此时客厅的沙发上，常威一屁股坐下去，就被弹了起来。陈公子，这座椅。常威起来后惊恐地说道：常先生，
这叫沙发，里面有棉絮一样的填充物，坐着屁股就不会痛。陈伯给一番解释，常威立刻就明白了过来，心里暗暗想到，回家一定要给自己家里打造一套。整个房屋到此也算是完全建成。陈伯满意的打量着一切，对常威的技术是赞不绝口。辛苦了，常先生，你的技术绝对杠杠的，小子佩服。常威看着满意的陈伯，心里也一阵的骄傲。陈公子不负所望，这房子就交给你了。一番推辞过后，常威带上众人就回去了。这时陈大牛看着落成的新房和正要搬东西进去的小芳和秀秀，连忙上前阻止道：秀秀，这陈娃子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这新房咋说住就住？陈伯疑惑地问道：二叔，这房子不就是住的，怎么就不能住了？哎呀，我说你这个败家玩意儿，这新房落成必有个入伙的仪式才能吉利，反正你们今晚不能住，待我请先生看好良辰吉日再说。二叔，我没那么多讲究，算了吧。不行，别的事情可以听你的，这件事必须得听我的。咋说，我也是你娃的长辈儿。经过一番拉扯，陈伯实在是拗不过他，好说歹说，双方各退一步，明天就举行入伙仪式。于是这件事情就由着陈大牛来一手操办。第二日清晨，象牙村的父老乡亲早早的就来到了陈伯的新家，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提小米的、老母鸡的，甚至还有一些提着一把野菜，这些估计是村里能够拿得出最好的东西吧。看着这些热情的村民，陈伯不由得感动了起来，这是多么质朴的一番场景。陈娃子，恭喜恭喜，喜欠新居。王德发提着2只老母鸡，笑嘻嘻地冲着陈伯笑道。随着王德发的开口，其他人也纷纷地祝福了起来，一时间各种声音不绝于耳。陈伯待众人安静后，才大声地说道：感谢各位乡亲看得起我陈娃子何德何能，让大伙这么的为我操心，在此拜谢。不过事先说好，大家都不富裕，工房的工钱也要月底才发，所以大家的东西陈娃子一分不收，大家都提回去吧。然后今日就在这儿，所有人都过来，我们不醉不归。最终在陈伯的坚持下，众人都将东西拿了回去。陈伯知道这些东西对于自己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大家伙来说，这或许就是全部。此时外边足足摆了20来桌。陈娃子，我代表着马山村谢谢你。对于象牙村，王德发是没得说，谁有个困难，谁有个家长里短的，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王叔，这个村子你才是贡献最大的，我也就尽一份微薄之力而已。这一顿饭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大家才渐渐散去。秀秀，你给岳母收拾一间房间，让她先休息吧。张秀秀点点头，就带着母亲朝着1楼而去。次日，那条讨厌的大黄狗准时地叫醒了整个象牙村。陈伯晃了晃有些疼痛的脑袋，抬眼看去，只见张秀秀一脸柔情地看着自己。相公，你醒了，你看，我们终于住上新房子了。陈伯岂不明白张秀秀的意思？自己说过，住上新房子就如他所愿，让他真正的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于是，在这个血气方刚的早晨，冯二家的大黄狗叫声混合着粗粗的喘气，交织出一道美丽的画卷。足足过了1个时辰，象牙村才又恢复了宁静。姑爷起来了，吃早饭吧。作为过来人的刘大妹丝毫没有询问，似乎忘记了一样。陈伯知道，要是自己这岳母八卦一句，这场面得是何等的干。一个2B铅笔被当朝皇子当作宝贝，因为它比毛笔精巧，用着省事，特别是另一头的橡皮，让他甚是惊讶。谁知接下来一物更是让他惊掉下巴。只见陈伯拿出一个计算器，而且按了一下还唱出歌曲。陈兄，这是何等神物，居然还会说话，莫不是里面住着鬼怪？这个啊，这就大商朝的算盘一样，用来算账的。接下里陈伯操作一番，让他知道了此物如何的使用。楼下房间孟烟拿着铅笔写着账目，一边用计算机算着，正给旁边的陈伯汇报着盐矿的收入。相公，这个月工人工资加上奖金一共150两，加上开支、材料磨损、工人伙食，一共是360两。你看下都在这了。陈伯结果账本一看，这支出可真抵呀！这1个月产的精盐，足足卖了9800两白银，含泪赚了9440两。第2日，陈伯在书房里登记着最近几个月的收入。此时，周恒来到了他的新家里。秀秀、孟烟对周恒也很是熟悉，周恒自己便直接来到了2楼的书房。周恒来到象牙村已经数日，前几天来拉精盐的一直没走，看到陈伯拿着一个细细的小木棍在写，写的还是他看不懂的阿拉伯数字，另一只手拿着一个会说话的玩意，让他惊讶不已。先人勿见，果然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拥有的。周兄，你过来了。敢问陈兄，你手里这是何种仙家法器？居然还能说话！陈伯看他瞪得如同铃铛一样的双眼，以及发抖的双手，岂能不知他是何心思？周兄，这就是铅笔，写字用的，这个是计算器，就跟大商的算盘一样算账用的。周恒拿起铅笔，就走到旁边，拿起宣纸上画了起来。陈伯看他那怪异的那笔姿势，画半天如同蚯蚓爬的一样，实在看不下去，就当起了小学老师，教他握笔姿势。周恒不愧是皇子，很快就掌握了技巧。转眼2天过去，陈伯在院子里思索，现在钱也有了，房子也建好了，家里媳妇也3个了，接下来倒要把路给修了。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说罢，他起身来到了村长家里。陈娃子，你来了，这次来又所谓何事啊？啊，王叔，我也不给你拐弯抹角了，我想把咱们村官道给修一下，
再加宽点。你给村里人说一下，钱我出，伙食我全包。王德发一听，给钱还包吃，不干才是傻子。要知道，在古代修官道，村民都是免费的劳力，别说给钱了，吃都没有。陈娃子，你想加多宽？加多宽？起码要3辆马车并排那么宽吧，不然我那小迷你可开不起来。成，这包你王叔身上了，你就看结果吧。陈伯又从怀里拿出200两银子交给了村长。王叔，这些钱你先拿着，抓紧找人，路一定要修结实点，路面一定要平整。说罢，陈伯就告别了王德发。转眼又过了1个月，周世才又来拉了一次眼。殊不知他们这番景象早就被山上的几个目光所死。快回去报告大当家，这村子又出了一大批货物，估计不少银两。老虎山上一个山洞里，此时一个虎皮椅上坐着一个秃顶男子。大当家来活了，象牙村今个又走了一批货，看来值不少银两啊！而且村子里还建了一个奇怪的房子，建得比城主府还气派。既然那样，老二你马上带2个人去收下保护费，看看对方什么路子。看那架势，有点像官家的，不像是普通的生意人。你先去试试水。其实这老虎山上这群土匪也就20个人，但是他们顿顿大鱼大肉，不是崖村那些骨瘦如柴的村民能比的。次日，二当家就带几个膀大腰圆的跟在后边，浩浩荡荡的往象牙村走去。殊不知，此时象牙村的后山上有一群官兵在那里驻扎着。老大，都2个月了，也没见换班的过来，是不是被王爷给忘记了啊？就你他娘的废话多，叫你干嘛就干嘛就行了。一个孔武有力的满胡子大汉对着抱怨的小兵士屁股上就是一脚。你看我们在这儿大山上，嘴里都淡出个鸟来了。要不老大，你给我们去山下放松放松。别他娘的废话，注意盯着，要是出事，你有几个脑袋？小兵士无奈的转身，嘴里还不满的嘟囔着：都2月了，这儿特么比城主府都还太平。为首男人没有继续理他。其实他心里何尝又不想下山去放松一下。而老虎山的帮众在即将中午时分就到达了象牙村的村口。只见二当家骑着一匹枣红马，翻身下马就朝着村子里面走去。不一会儿功夫，王德发像是早有准备似的，带着几人抬着用麻袋装好的粮食，一脸笑意的就迎接了上去。哎呦，这不是二当家吗？我可是盼您老人家许久了，这么晚才来，二当家忙什么呢？王德发毫不要脸的在那儿套着近乎。咦，我说你这老小子，往年都是磨磨蹭蹭的，怎么今年如此积极？莫不是你这象牙村发财了？听到二当家如此的说辞，王德发心里咯噔了一下，看来这猛虎堂这回是来者不善啊！往年都是拿完东西就走，这会儿怎么磨叽起来了？难不成这象牙村每月出货以及道路扩建被他们看出什么来了？二当家说的哪里话？这么多年来，我象牙村都是穷的一如既往，哪来的发财一说？哦，我可是听说你们这儿的一户人家可是住上了城里一样的大房子，怎么不带我去参观参观？此时陈伯家里一个小孩跑来给陈伯报信。你说什么？山匪来了，还要进村？说罢拿出了那把手枪别在腰上。陈伯一路小跑，在进村的道上遇见了前来的二当家和王德发。哟，王叔，有客人啊？是陈娃子啊，这位是老虎山上猛虎堂的二当家，还不上前问好？原来是二当家，这是来收份子。王叔，我记得份子我们已经凑齐了，这是。正在山里执勤的10多位军士，突然眼尖的男人感觉到了这儿的不对，立刻就朝着为首的男子跑去。老大，有情况，山下那些人似乎是山匪，快集合，立刻下山！哦，这位小哥就是这象牙村修建新房子的贵人，我马老二今日前来，可是想与你借点儿钱花花。这老虎山上的生活苦啊，要不带哥哥们去你那儿坐坐？笑话，你特么在想屁吃？要被你知道了家里那几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你特么还不与老子不死不休？于是翻手掏出一定10两的银子，对着眼前的马老二说道：既然是二当家亲自前来，怎么能够让你跑空？这10两就当我马山村孝敬各位了。马老二看着陈伯手里的银子，立刻就哈哈大笑起来。你他娘的打发叫花子呢？识相的给老子让开，并且告诉老子每月出的货物是什么，不然就只能让你做爷爷的刀下鬼了。哈哈，区区山匪如此嚣张，真当我们象牙村好欺负吗？此刻的陈伯也动了，只见他挥手一指，突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马老二做梦都没有想到，仅仅是来收个份子，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众小弟顿时就被这一声枪响吓得傻站在那里，他们是见鬼了吗？只见眼前的这个男子就对着二当家一指，二当家脑袋上就出现了一个血洞，此刻已经是死的不能再死了。一众小弟愣神之际，身后冲出来10多个军士模样的人，瞬间就朝着那些山匪而去。面对那些毫无章法的山匪，不出一炷香的功夫，就全部被这些军士击杀殆尽。为首的军士走到陈伯面前说道：公子，这次事件是我们的疏忽，还请责罚。一看来人穿着军装，就知道肯定是周恒派来的。这位大哥言重啊，大哥如何称呼？
周恒将你们安排在哪里？唐江涛指了指后山之上，对着眼前的陈伯回答说：下官唐江涛乃周恒公子派来保护象牙村的领队，平时为了不打扰大家，我们就在那儿驻扎。这特么是哪个老六布置的？怎么不驻扎到青云镇去呢？不过对待眼前的这个唐江涛，却很是感激的说道：有劳江涛大哥，这周恒脑子是不是有病？将你们安排在那破地方，一定很艰苦吧？听到陈伯这么说，唐江涛吓得瞬间就跪了下来，心想眼前这位爷是真敢说啊！虽然这八皇子待人和善，但也不是如此张口就来的。周公子也是考虑到我们会打扰到大家，所以还请陈公子理解。看着一言不合就跪下来的唐江涛，着实让陈伯一时间无言以对。我说老哥，不要动不动就跪，堂堂七尺男儿，膝下有黄金，还请公子解惑。刚才公子那一指是何法术？也就是一个小操作，大家没必要大惊小怪。陈伯则无所谓，不过所谓又能怎样？这特么都被人看到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说出手枪的秘密，毕竟手枪这玩意是他现在保命的手段。一辆面包车被他开出了法拉利的气势，宽阔的大路上任他随意的开。当他快把车开到自家别墅门口时，却被一群拿着板凳、锄头的人给了拦在了路口，严阵以待，看架势准备随时出手把车给砸了。陈伯打开车门，跳下车，干啥呢？你们？陈娃子，你这猛兽似乎比你那铁马还要厉害。大伙还以为是我马山村来怪物了呢。这也是铁马，只不过是大铁马，大家不要围着了，都回去吧。这时，张秀秀等人也从屋子里面出来。相公，这是何物？秀秀、梦魇，你们来的正好，哥带你们兜风去。在两人疑惑着什么叫兜风的时候，陈伯发动车子，朝着青云镇方向扬长而去。车上坐在后排的梦魇感受着那如沙发般的座椅，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一脸的新奇。相公，你慢点儿，太快了，秀秀受不了。瞧你这点胆子，我开车技术可厉害的很，放心吧。说完，陈伯又是一脚油门下去，车子嗖一下就窜了出去，惹得张秀秀一阵后怕。不过慢慢的，两人就习惯了。老板真是神仙下凡，这铁马可好得很，比马车都快还更舒服。这不叫铁马，这叫车，跟马车骡车一样，只不过结构不同而已罢了。陈伯对着两人介绍道，并没有隐瞒，其实就是说了，他们也不懂。好了，回去吃饭吧，等有空了，我教你们开车。相公，你是说我们也能驾驭这个车吗？张秀秀一脸兴奋地问道。陈伯给了他们一个肯定的眼神，一脚油门朝着象牙村而去。下车后，惊喜地发现俩女居然没有任何晕车的现象。看来以后出门不仅有车，估计还能多2个司机。楚娃子，我代表整个马山村谢过了。哎呀，王叔你喝醉了，以后可别这样，修条路而已。等老子装上太阳能路灯，不等惊掉你们的下巴。一夜过去，这次陈伯是鬼鬼祟祟的从小芳的房间出来，这会看着这堆黄金白银，这才让陈伯不那么心痛。有了钱什么最重要？那当然是消费，钱不花出去，怎么能够体现它的价值？张秀秀跟了他这么久，好像还没去过一次城里吧？要不明天带着他去逛逛，也该把张秀秀打扮打扮。再怎么说，她现在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的正牌夫人。相公，你怎么下来了？你快别忙活了，来，我给你说点事。你现在可是大户人家的夫人，所以我觉得明天带你进城逛逛。陈伯看着张秀秀，一脸柔情地说道：进城，我就是一个农家女子，会不会给相公丢脸？看看什么叫好女人，这张秀秀要是在现代社会，根本想都不要想。陈伯是越看越喜欢，不仅长得漂亮，还懂事。别胡思乱想，你看你要有自信，咱有钱，想买啥就买啥，钱是王八蛋，花完再去赚。张秀秀虽然不知道王八蛋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她的心里有一种深深被爱的感觉。这么幸福的瞬间，身体顺势就扑进了陈伯的怀里。秀秀，这是茶室，是书房，这还是大早晨的不合适。第二日清早，一家人就早早的吃过了早饭，陈伯就开车带着张秀秀去往青山城。从小到大，他都一直生活在青云镇，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从娘家到象牙村。相公，这青山城如此之大，人也如此之多。张秀秀紧紧地跟在陈伯的身后，一副怯生生的样子，看得陈伯摇头叹息，看来自己还真得要多带她出来走走。秀秀不必如此，你要知道，现在的你早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张秀秀，你可是拥有许多银子的大户人家。两人说笑间，首先来到了陶大胖的成衣铺子。张秀秀虽然未来过青山城，但是身上穿的头上戴的可都是陈伯从这青山城买回去的，所以两人走在这大街上，与一般的富家人无异。陈公子，贵客光临，陶某有事远迎，快礼便请。陶大胖手里能让自己支棱起来的仙丹早就被他消耗一空，正愁去哪儿找到这个神仙一般的人物，没想到陈伯就出现了。陶掌柜，你这气色比之前好了不少啊。陈伯笑嘻嘻地问道，但是心里却是感觉不可思议，那玩意儿吃多了不是会将钢铁都融化吗？怎么这陶大胖反而气色都好了？这得多谢陈公子，你那丹药可真让我年轻10岁不止。陶掌柜，这丹药虽好，但你也得坚持锻炼身体。陈伯看着陶大胖说道，
虽然疑惑，但是劝人锻炼总归是好的。敢问陈公子何为锻炼？就是让你多动动，别老坐着躺着。陶大胖点头答应，这神医交代，那必须得听，说不定自己就长命百岁。敢问陈公子这次进城有何贵干？这位应该是陈公子的夫人吧？陶大胖见过夫人。卧槽，这老小子这么热情，肯定憋着坏。陶掌柜好眼光，正是在下妻子。马上过年，这不到你这儿来给他买点衣服。陈公子，您这就将我当外人了。这夫人来我小店，那是陶某的荣幸，说什么买呢？说完就招来一个小厮，带着张秀秀选衣服去了。他知道这陶大胖需要什么，于是又从衣服里面掏出了一个瓷瓶装着的科技鱼狠活，递到了他的手上。知道你需要，所以提前几日在家里炼制，这不趁着进城就一并与你送来。价格还是以前那个价，一会儿我夫人选的衣服就扣除银子就是。而陶大胖则是兴奋地接过瓷瓶，这神医太懂我了，原本以为还得费一番口舌求求人家，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得到了。感谢神医赐药，陶某感激不尽。说完就朝着外面走去，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包裹，陈伯也毫不客气地收下，既然他衣服钱都不扣了，那自己收下便是。临走丢给陶大胖20两银子，也不管多或者少，带着张秀秀就朝着街上走去。那一堆衣服则是说好次日来拿。临近中午，陈伯带着张秀秀走进了那家翠云楼。说起这翠云楼，是这青山城最大的一家酒楼，有点现代会所的感觉。里面不仅有正常的吃食，也有那些莺燕燕以及楼梯口的爱情。女人劳苦了半辈子，从没进过城。今日她老公带着她去城里消费，而且还去了青山城最好的酒店。秀秀以前苦了你了，今后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两人正在包间里亲热时，门却被人给踹开了。小娘子，吃饭呐！一个人多寂寞，不如去哥哥那一桌。张秀秀哪里见过这场景，吓了一下就来到了陈伯的身边。咦，还会躲？哥哥喜欢。大胖子正欲上前，陈伯直接就将他踹倒在地上。你特么瞎呀，没看见老子在这儿？咦，没发现这还有个人，给老子拖出去打死！胖子说完，外面就冲进来几个家丁模样的人。特么敢替小爷！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只见陈伯伸出手一指，一声震天巨响，只见胖子身边一个家丁瞬间躺在地上，额头一个窟窿，已经是死的不能再死。特么是谁给你的胆子，敢打扰老子吃饭？看着地上躺着的家丁，一行人都吓傻了，站在原地不敢动。胖子心里苦啊，原本以为是个软柿子，自己仗着家世还不是轻松拿捏，没想到眼前这个长得秀气的男子一言不合就杀人，而且杀人的方式如同仙法一样。身后的张秀秀也吓傻了。相公，我们快走吧。没想到这时隔壁雅间里面的人听到巨响，也匆匆来到了这里。蓝鹏云走进雅间，就看到愣在那里的胖子和死去的家丁。哼，杀完人就想走，真当我大商的律法是摆设吗？陈伯抬头看向此人，难道大商的律法规定可以青天白日强抢民女？哈哈，在这青山城，什么时候一个富家子弟就能够跟我讲律法了？陈伯眉头一皱，看这架势，感情是遇见官二代富二代，自己虽然不惧，但这玩意儿最是麻烦。哦，这么说来，这青山城是你家开的，那你想如何？老子枪在手，还真不怕你。何况青山城不是有蓝天磊吗？我想如何？第一，杀人者乖乖的跟我去见官，这犯妇就交给我单独审问。蓝鹏云一脸自傲的说道：“待会小六子他们来了，还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你特么癞蛤蟆娶青蛙，长得丑想得美，你有什么资格？”这种处理方式一下子就将陈伯逗笑了。这小子是骨子里憋着坏，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教育的。蓝鹏云则是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小子，可能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记好哥，我叫蓝鹏云。蓝鹏云，这特么不是蓝天磊那货的种吧？陈伯仔细打量了一下，还真有点像。但如果是蓝天磊的儿子，那总得给点面子吧？你姓蓝，蓝天磊是你的谁？蓝鹏云听到陈伯这么风轻云淡的说出父亲的名字，自己心里也咯噔了一下。难道这小子认识家父？不可能，就算认识，估计也是来攀附的人。还敢直言家父的名字，小子你胆子还真不小啊！既然你是蓝天磊的儿子，那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你带着你这些鸡零狗碎走吧。这一操作将蓝鹏云都整不会了。这小子难道真的有大背景？这是小六子挎着大包，气势汹汹的走了进来。大公子，是谁让您生气了？您给小的说，小的给您出气。小六子一进来就朝着蓝鹏云走去。蓝鹏云指了指里边的陈伯，杀人犯就在里边，赶紧把他们给我拿下。大公子，您看着，小的这就给他们拿下。大胆人犯还不束手！后面那两个字被他深深的憋了回去。这他妈神仙打架，没想到刚想在大公子面前表现一番，怎么就冲撞了这位爷？哟，六哥，来喝一杯啊！陈伯则是一脸笑意，毫不责怪的看着眼前的小六子说道：“哎呀，你看这事闹的，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小六子一边对着陈伯说着，一边给身后的小弟使着眼色，特么快去请城主啊！这场面我怎么能控制住？大伙又不是不知道大公子的脾气。我说老六，你磨磨唧唧干啥呢？快点将人抓回去啊！那女的给老子留下。毫不知情的蓝鹏云看着一脸笑意的小六子，
依旧还在叫嚣着。此时的小六子心里那叫一个哭啊，就跟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的玉皇大帝一样，快请如来佛祖啊！而城主府的蓝天磊正跟几个小妾吃着饭，就被管家打断了雅兴。老爷，出事了，大公子跟人起了冲突。小六子说请您过去一趟呢。父伯，在那青云城，那败家子自己处理都好了，何必来防我？蓝天磊一脸不在意的说道。对于这儿子，也是被他娘骄纵惯了，原本想着培养成栋梁之才，没想到为青山城培养出了贻害，整日给他惹是生非。自己早就想着练个小号，可惜自己年纪大了，一直无能为力，要不早就将这大号注销了。小六子这人机灵，他说请您过去，那肯定就是惹了大麻烦了。蓝天磊一听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叫上随从，朝着翠云楼而去。爹，您可算来了，您儿子被人欺负了，快将他们抓起来，男的杀了，女的给我留着。听到傻儿子当着众人的面还这么肆无忌惮，一巴掌就扇了过去。一抬眼就看到陈伯笑嘻嘻的看着自己，特么时运不济，想什么来什么呀。还好自己儿子还好好的，这位可是八皇子和王爷的座上客。陈兄，没想到你在那儿用餐，真是缘分啊。蓝天磊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小六子也很有眼色，看到蓝天雷来了就把众人带走了。哎呀，蓝城主怎么也有此雅兴？来，喝一杯再说。说完，陈伯又变魔术似的从旁边拿出了一个玻璃杯。蓝天磊这会儿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但是也不好拒绝，这美酒一口就给他灌了进去。看着情况，蓝天磊一下就想清楚了，这肯定又是那败家子看上了人家夫人，见色起意。原本以为能够拿捏，没想到被人给拿捏了。陈兄，那位是？哦，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夫人张秀秀，这位是青云城城主蓝天磊。秀秀见过蓝城主，心里却暗暗的想到，自己这相公到底何方神圣，连这青山城的城主都如此熟悉，难怪刚才面对那蓝蓬云如此有恃无恐，原来人家老子都跟相公称兄道弟。想到这，张秀秀一下就放松了下来。全子管教无方，都被他俩给宠坏了，还请兄和弟媳原谅。看来这蓝天雷挺聪明的，怎么就生出了那个傻儿子，自己都能直呼你老子名字了，还那么嚣张。蓝城主啊，这孩子啊，就是不打不成才，得教育。对，不打不成才，要不请二位一步，弃城主府坐坐，也好帮忙管教那败家子。这蓝天磊这面子给的可谓是太足了，这是请过去给自己道歉呢。陈兄，陈夫人，那些小崽子冲撞了夫人，你看怎么惩罚？蓝天磊对着跪着一排的几人，对着陈伯和张秀秀问道。陈伯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了张秀秀。张秀秀哪见过这场面，吓得一时间说不出话。陈叔，婶子，彭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彭云时常听家父提起您的大名，怎奈一直没机会见面，估计是昨晚去青楼，黑在书房学习了一夜，眼睛迷糊，这才惹到了你啊。这一操作给了陈伯整的一脸懵逼，特么你小子看上去比老子还大一点，还真会顺杆子爬，叔叔婶子都叫上了。蓝城主，我看就算了吧。哎，既然陈和陈夫人原谅你们，但是你们几个回去叫你们父亲来陈主府一趟。说完就放众人离开。蓝蓬云下去后，这才与蓝天磊闲聊着。陈兄，我见你拿琉璃杯，还有那像血一样的酒，可是好东西啊。刚才在翠云楼一心着急着蓝蓬云的事情，虽然手里握着那透亮的高脚杯，但当时哪里还有心情去管那些。这会儿看陈伯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了，所以才想起来。你说那葡萄酒啊，我手上也不多，不然就让点给你。陈伯说完，蓝天磊脸上闪过了一丝失望之色。陈伯也没在意，既然这蓝天磊喜欢的高脚杯，那么明天拿2个新的，就当礼物送给他。反正空间里面多的要死，最没用的就是这玻璃杯了。男人有7个媳妇，他却每晚不敢抱着睡觉，别人对此都是羡慕不已，他却对此有苦难言。老哥，你这日子够潇洒呀，还整了个7仙女，小弟甚是佩服。别提老弟，人呐，不服老不行，不说也罢。老哥，我有一物加一法，可让老夫回到当年的勇猛。陈伯看着蓝天磊，一脸坏笑的说道。作为人老成精的蓝天磊，如何不懂他的意思？难不成此人还会医术不成？立刻就来了兴趣。贤弟，此话当真？陈伯随手掏出了一瓶撕了标签的喷剂，神秘的对着蓝天磊说道。乌龙出山之时，对着龙头一喷，效果自见分晓。小弟再传你2套术法，定然让老哥犹如无人之境，生龙活虎。紧接着又教他深蹲与提肛之术，管他有没有用，万一有用，这不也结个善缘？饭桌上，陈伯与蓝天磊这边探讨着昆字诀，旁边几个女人正在讨论着美颜之道。秀秀妹妹，你这是天生体香还是香囊啊？其实空间里面的香水早就被陈伯拿出来过，给了3女每人1瓶，这不就被几位夫人闻了出来。大夫人，我这娘子身上其实是喷了香水，所以才如此的香气迷人啊。陈贤弟，何为香水？陈伯随手掏出了7瓶手指大小的试用装，对着众人说道。这香水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仙水，它能够让人的身体持久留香。这个世界没有酒精，任他们如何都造不出来这玩意儿，所以这仙水之词就很好解释了。贤弟，你那作价多少？能否卖给老哥？
听着蓝天磊愿意为他们买这仙水，几人都露出了一脸柔情的眼神，看着蓝天磊。有贤弟的神水，还怕你们几个？老哥见外了，区100-200两一瓶，但是小弟又怎会收你的钱？各位嫂子，小小礼物不成敬意。200两一瓶，这一送就1000多两银子，贤弟真是大气。在香水的加持下，这顿饭就如同家宴一般和谐。告别蓝天磊众人，陈伯就开着面包车朝着象牙村而去。此刻的象牙村一副热闹的景象，门外面的10来口大锅里炖得满满的肉食，长板凳高桌子早已经摆放了出来，上面的餐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想起去年的这一天，整个象牙村的人都在寒风中吃糠咽菜，何曾有过一丝肉香味儿？再看看今年，男人女人有说有笑，分工合作，不亦乐乎。在一片热闹声中，大家都喝得有点上头。随着噼里啪啦的响声中，天空中闪起了一片五彩斑斓。张秀秀依偎在陈伯的身旁，看着天空中的绚烂。相公，你真是神仙下凡吗？我是你相公。回答了这么一句，张秀秀又不傻，应该不会再问了。果然，张秀秀没有再说话。无论他是谁，无论他从哪儿来，他都是自己的相公。几天过后，过了正月初5，这日陈伯来到了村长家里。王叔有一个想法，跟你商量商量。王德发听到陈的语气，心里就感觉好事又即将到来。第一次商量就办了工房，让整个象牙村告别了饥饿；第二次商量就为村里修建了那么大一条道路。这第三次不知是什么好事呢？有什么你就说，只要是你王叔做得到的，你吩咐一声就是。我有一个想法，象牙村成为真正富裕的村子，家家住上砖瓦房，有吃不完的粮食，孩童有私塾，病了有良医。此言一出，王德发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这是多么宏大的目标！家家住瓦房，有粮吃，有私塾，有良医，这谁能信这是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嘴里说出的话？但是真的能够做到吗？这得需要多大的经济支撑以及持续能够赚钱的产业？陈娃子，你这说的真的能够成真？我想把象牙村打造成大商第一个新农村。陈伯话一说完，王德发一脸不解地看着他。何为新农村？这个新农村就是我刚才所说，人人有房住，人人有饭吃，孩童有私塾，病者有良医。王德发听陈伯这么一说，立刻惊讶地张大了眼睛。象牙村虽说不大，但也200口子人，一共53户，这每家都修建砖瓦房，这得多少钱？看来还带搞钱啊！把象牙村建设成新农村，这可是不少银两的呀。古代人爱玉，但是现代的机器雕工，不懂行的谁能看得出来？不仅好看而且细致。陈伯再次进入空间里，准备找2个玉器拿出来卖。可是走遍了几个商场、珠宝店，未曾见到一件玉器。这是什么情况？不可能所有的物资都穿过来了，就这玩意儿过不来吧？有问题，绝对有问题。这金银首饰都在，为何单单玉器都没了？此时陈伯又一个大胆的想法，难道这些玉器都被空间给吞了，这样才能维持空间的运行？之前陈伯也看过不少的穿越小说，因此才有的此次想法。摇摇头，陈伯也不再去想了，随手拿了2个玻璃摆件就走了出去，再次来到了青山城最大的当铺。哟，贵客到来，陈公子过年好啊！朱掌柜，新年好啊！出来搞钱了。陈公子，里边请。看着陈伯手上随意提着的琉璃摆件，朱父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殊不知，上次那个雄鹰摆件给他拿到京城，家主给他一顿夸，年前都涨了。据说是家主将那琉璃送进了宫里，得到了上面的赏识。这会儿陈伯又提溜2个过来，这能不让他惊喜？开价吧，朱掌柜。陈公子，咱也都是熟人了，我也不给你胡咧咧了。这2尊，老哥给你10万两。朱掌柜，我是带着诚意而来，你就这么敷衍我？难不成你以为除了你金盛，我就卖不出去了？这样，陈公子13万两，这是我能给到的最大限度。好家伙，这一瞬间就加了3万，看来还有的升啊。不过陈伯也不再加价，而是对着朱父说道：“朱掌柜，你这儿有没有那种玉石、原石？”朱父听完陈伯说话，瞬间就明白了，这小子还想要东西呢。不过这玉石原石，自家商行就有一个玉石矿，那玩意儿没有经过雕琢的，价值不贵。原来陈公子需要玉石，那13万再加30斤原石，如此可好？我去，30斤啊！这玩意儿自己虽然不了解，但是在现代社会可被炒到天价，这一出手就是30斤，难不成这个时代玉石这么便宜？好，难得朱掌柜这么好的诚意，那就成交。一顿寒暄之后，陈伯手里拿着一沓银票，提着那30斤玉石走上了面包车。他推着一车的玉石原矿到空间里，没成想车子刚推进去，紧接着让他惊奇的一幕发生了，车上的玉石瞬间就变成了一堆沙子。看来这是吸收了精华。接下来，陈伯将整个空间又走了一遍，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难道是自己猜错了，或者是玉石不够？陈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陷入了沉思良久，然后又从显眼的位置抓出了一条烟，做好记录，又朝着金盛商行而去。陈公子去而复返，不知有何指示？朱父看着回来的陈伯，心里暗暗想到，这小子莫不成要反悔？但这卖出的东西岂能有收回之理？朱掌柜，你这玉石原石还有多少啊？你大量需要。这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量大起来可也是不小的数字。本店月末还有300-400斤的存货，工匠们正在加工呢。300-400斤，陈伯还是决定试一试，万一真的变化了。
那得到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我全要了，你看的多少银子？全要了。陈公子，那起码得再来2个刚才的摆件。卧槽，这老小子狮子大开口啊！这10多万两呢？那刚才给我那30斤才几个钱？陈伯没有说什么，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个7彩的凤凰。要说古代，这龙凤都是皇家的象征。说吧，这玩意儿就此一件，你应该知道它代表什么。1000金不议价。陈伯张嘴一说，朱父就陷入了沉思之中。这1000金原石也不是个小数字，但是这玩意儿就此一件，如果被别家或者是竞争对手得到，那想到这儿，朱父一咬牙，当即就答应了下来。不知陈公子这些原石运往何处？3、400斤而已，还要你运？来吧，所有都给我装车上，其他的尽快给我筹紧。其实朱父拿出的也就是那些普通的玉石，珍贵的早给他收着呢，所以对呀他来说也无所谓。随即就吩咐人将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搬上了车。看着后面这一麻袋一麻袋的石头，陈伯故技重施，全部将它们装进了空间之内。放进去后，陈伯就闪身回到了院子里，随他自己慢慢吸收。在院子待了半个时辰，陈伯再次闪身进入空间，而这次进入空间就让他兴奋了起来。只见那条自己拿走的烟又回来了，这就意味着以后自己有用不完的物资。反观地上的那些麻袋里面，仍然有着一些原石还未被吸收。第一，玉石估计是能与商场的物资等价交换。第二，交换需要时间。第三，之前的专柜里面的那些交换了什么呢？陈伯待在空间里面自言自语的说道，但是就是想不出第3个问题。估计是我带出了什么，没有记录，然后他又填充了回来吧。陈伯一闪身出了空间，嘴里傻呵呵的笑着。管他呢，无限物资，无限子弹，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只要给自己时间，拿下一个国家都不成问题。看来得找个时间，好好的对空间探索一番。既然物资能够补充，那么只要出现过的物品，那么就是无限的。发现空间有了玉石换物资的这个功能，陈伯一时间笑出了猪叫声，想着自己现在也是家大业大了，安全问题要想想办法。说着就往城主府走去。老哥，你可知这青山城有什么好的武林高手之类的人吗？对于蓝天磊这个在青山城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人来说，陈兄高手有，但是那些人平日里都高高在上，难以接触。没事，你只要告诉我哪里有就行，其他的交给我。据我所知，青山城最厉害的高手就是城北岳虎山上的清玄道人，据说已经达到了9品高手的境界。哦，这高手还分品级，快给我说说。陈伯听到9品高手这个词，瞬间就来了兴趣。难不成这世界还有现代小说写的修真者之内的神仙？在的大商朝，高手分10品，从一到10，品级越高，实力越强。但是此人很少下山，不问世事，一心问道。不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嗜酒如命。这让陈伯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自己空间里的那些高度酒，随便拿出1瓶，就足以秒杀这时代的所有酒水。看来自己有必要去一趟卧虎山，会一会这清玄道人。如果能将此人收拢，那自己的安全又多了一份保障。于是，在蓝天磊指引下，驾驶着面包车就朝着卧虎山而去。半个时辰之后，手里拿着1瓶二锅头，就朝着卧虎山走去。这位道长，请问清玄道长在何处？陈伯对着守在后堂门口的一个小道士说道：“这位施主，清玄师叔正在闭关，暂不见客，请回吧。”请回，感情让老子白跑一趟，那可不行。这位道长，我有重要的事情与清玄道长说，你看能否为我传达一声？陈伯一边说，便拿出1锭银子递了过去。老子就不信你不贪财。小道士将银子攥在手里掂量了一下，表情没有丝毫变化。这位施主，清玄师叔此刻应该在后山练剑，如施主能找到后山的小路，应该有此机缘。后山小路，老子第一次来，鬼知道你们后山小路在哪？你这不明摆着嫌少吗？于是陈伯又拿出1锭银子递过去，小道士立马就喜笑颜开了起来。施主，请随我来。陈伯此时心里1万头草泥马飞奔而过，跟着小道士绕着道观的院墙来到了后山。小道士指了指那条小路，转身离去。看来这小道士没少利用这清玄道人捞银子，这业务都一套一套的了。陈伯没有管小道士，而是提溜着二窝头朝着小路而去。道观的后山之上，一个青年男子正在一棵大树上打着呼噜，丝毫没有察觉到匆匆而来的陈伯。请问是清玄道长当前？陈伯朝着树上的那道身影大声地喊道。良久，回应他的却是一阵长长的呼噜声。陈伯走到树下，抬头一看，只见上面那道身影躺在树上，腰间挂着一个酒葫芦，穿着青衣，一头黑发垂着，看上去就跟一个醉酒的人无二。卧槽，这传说中的9品高手，莫不是个酒蒙子吧？任凭陈伯如何叫，树上的酒蒙子就是没有丝毫的回应。他怒摔1瓶价值5块钱的二窝头，只为叫醒一个酒蒙子。你是哪家的败家子？如此好酒，怎能由你糟蹋？卧槽，你是鬼啊！1瓶酒而已。陈伯此时心里1万头草泥马飞奔而过，叫半天叫不停，闻到酒味立马就醒。说着他又举起另一只胳膊，但一瞬间自己的手上就空空如也。抬头一看，那酒蒙子抓起酒瓶就咕噜咕噜的灌了起来。这可是53度的二窝头啊，能这么灌？你是何人？为何有如此好酒？还有找老子何事？特么道士不都是自称贫道吗？什么时候开始老子的自称了？
九蒙子呸！清玄道长，陈某此番前来就是送酒而来，并无他事。好生说话，明明就是粗野之人，文绉绉的样子，真他妈的恶心！说吧，想让老子干啥？卧槽，这货真是道士吗？这直接刷新了陈伯对道长的认知。九蒙子，听说你是九品高手，没别的目的，就来交个朋友，顺便请你去我家住段时间。他妈的，这样听着舒服多了。不过要老子去保护你，单凭这酒可不够，要么你答应我，要么接我一剑。我特么，这九蒙子疯了吧？接你一剑，打你一枪差不多。老子不会武功，换个别的。弱鸡啊，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擅长的？陈伯想都没想就回答道：暗器。哟，嚯，暗器？何种暗器？六脉神剑。陈伯嘴一瓢，张口就来。清玄道人似乎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六脉神剑，还有人敢自称神剑？老子习剑多年，自问这大伤能胜过我的不过一掌之术，你居然敢自称神剑？九蒙子，我这神剑一出可是要死人的，你可别逼我啊！陈伯说出这句话，手自然就抬了起来，随着一声巨响，清玄道人的宝剑应声而断，两眼瞪得老大。这世上真有如此速度极快、威力大的暗器，贫道见识了。好了，也别叫我清玄道长，我听那九蒙子就不错。老子喜欢你小子怎么称呼？在下陈伯，青云镇象牙村人士。陈伯，名字不错，以后就叫你二傻子吧。你想让老子去你的象牙村？你他拿的，你才二傻子，你全家都是二傻子。没错，所以想邀请你去我那住段时间，我相信你会爱上那。刚才那酒还有吗？到了象牙村，管够。哈哈哈！既然二傻子你诚意十足，老子就去你那儿看看，前边带路。就这样，陈伯用了一瓶二窝头，就把一个九品高手给忽悠走了。二傻子，你这是何物？怎会如此之快？车呀，没见过世面的九蒙子，既然答应了自己回象牙村，老子岂能再惯着你？车？那马呢？一路上，清玄道人嘴巴巴不停，陈伯一句没搭理。半个时辰之后，两人到了西城的宅子里面。好了，你自己收拾床铺，今晚住这儿。不用，我睡上面。说完，一个闪身就飞跃到了屋顶之上。这是什么神仙操作？要是他每天都睡房顶，岂不是多了一个会自主攻击的摄像头？第二天一早，陈伯站在院子里看了一圈，第一次，陈伯感觉到自己的人手严重不足。要不叫小芳来这青云城？至于宅子这儿，先去买几个佣人吧，总不能让小芳忙活一天，还自己回家做饭。再怎么说，她也是属于自己的女人。九蒙子，买人你去不去？陈伯想到这儿，就朝着房顶上的清玄喊道：走！这位公子，请问这地还是买房？见到穿着不俗的陈伯走进来，小厮立马就迎了上来。你们这儿有没有丫鬟护卫之类的？有，这2个新来的，质量绝对没得说，干活厉害，还吃得少。这2个怎么了？公子好眼光，这以前可是大户人家的丫鬟，只不过主家被抄，所以才送来我们这。别废话，开价。不过这大户人家的丫鬟应该更加的听话，毕竟做丫鬟人专业不是。这2个20两，不单卖。卧槽，感情当年自己那岳父将张秀秀卖给自己是真便宜啊，捡漏了。陈伯见此直接递出去20两，对于现在来说真懒得讲价。好嘞，公子要洗洗不？啥玩意儿？还有这服务？你当卖猪呢？这不侮辱人吗？公子，您能买下我们的叔叔吗？我叔叔原本是护院，也被一同卖来，还请公子救救他。护院，这个可以啊，正好缺一个小兄弟，他们的叔叔在哪儿？带我们去啊！公子还要护院，那人不错不错。小厮话说一半，不过也带着他们朝着另外的一个屋子里走去。公子，此人武功高强，是看家护院的一把好手，只卖30两。陈伯没有说话，而是转头看向清玄。还行，4品勉强可以吧？卧槽，勉强可以。这九蒙子是9品，那就是整个大商最强战力的存在了。这4品不会弱吧？你确定你这叔叔能够心甘情愿的跟我走？公子请放心，我去给他说。说完，年龄稍大的女孩就走进了屋子里。蓝丫头，你怎么来了？有人买你了，快叫进来给老子看看。二叔，一个年轻公子不像坏人，他正好需要护卫，我求公子也买下你，我们一起走吧。做护卫？哈哈，他是哪家豪门？进来看过再说。老子可得看看，谁这样牛逼？不就1-4品吗？看着进来的陈伯毫无修为，郑天龙不由得露出了鄙视之色。但是随后看到跟在他身后的清玄，郑天龙心里咯噔一下，这是高手，自己丝毫看不透对方应该是比自己厉害许多。看到了吗？9品高手，我兄弟就你那4品，牛什么牛？要不是看这姑娘可怜，老子看都不想看你一眼。9品高手，难不成眼前此人是清玄道人？这青云城可也仅有这一位9品。这位公子郑某并无恶意，只是这世家阀门，太他娘不拿老子当人，
所以好了，废话不说，愿意跟我走，那就得忠心，当然肯定不会亏待你。我愿意。奴家郑小兰，奴家郑小桃，郑天龙见过主人。小兰、小桃，前面两名字不错，但这天龙这就霸气了。好了，既然我陈伯买了你们仨，只要你们忠诚于我，那我就绝对不会亏待你们。接下来安排任务，小兰、小桃，你们俩就帮我打理这宅子，保持干净。郑天龙，你就负责维护这宅子安全。自从见识到清玄这九品高手跟在陈伯的身边之后，郑天龙就没有丝毫的霸气，仿佛一下子从一条毒蛇变成了泥鳅一般。好了，天色已晚，去收拾你们的屋子吧。第二日清早，陈伯就来到了金盛商行，将剩下的原石装上车后，这玉石你那儿还有吗？陈公子还要？有是有，不过这些周边的都调完了，估计得3月之后了。没问题，我不着急，3月后我再来取。说罢，陈伯转身开着面包车，拉着酒瓶子一路回城四面喝而去。阿斯达30多岁，嘎嘎嘎嘎大萨达特大吐。他用一瓶二锅头换来了一个绝顶的高手。这个高手很古怪，家里有床他不睡，他却睡楼顶。谁成想第一天就睡醒就发烧了。陈伯上去劝说他不听，反而坚持睡楼顶。有人来了，一群赶着车，咦，中间有高手，9品上，卧槽，那位？陈伯一脸淡定地看着村口那缓缓而来的一行人。哦，来得挺快的。来者不是周恒一行，又会是谁？老远，陈伯就看见周恒、周世才跟在一个大约50来岁的男子身后，朝着别墅踏步而来。周兄，过年好啊！这位是……此时，陈清玄也来到了陈伯的身后，手里提溜着半瓶二锅头。听犬子说，这青云城出了个奇人，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这位叔叔过奖了，我乃普通村民，何来气度不凡之说？哈哈哈，叔叔有趣有趣。好了，贵客降临，怎能在此站着？快请进屋。陈伯不傻，那个肤白无须之人，明显就是阉人，而且应当就是陈清玄说的9品上。那么为首此人，估计就是这大商皇帝了。周兄，还未介绍呢。陈伯又一次看着周恒问道：“陈兄，这是家父周世勋。”哎，我就说我猜的没错吧？陈伯见过周叔叔。后面的周世才在陈伯说出这句话，就为陈伯捏了一把汗。这可是大商天子，小子怎敢如此放肆？有趣有趣。既然你一口一个叔叔，那今日叔叔前来，你准备用什么山珍海味招待我等？卧槽，又是一吃货！陈伯顺着杆子朝上爬，一屁股就坐在了周世勋的旁边。周叔，这说到吃，您可是来对地方了，我包你吃了连神仙都不想做。看着这个自来熟的小子，周世勋一下子就对陈伯生出了一丝好感。自己身居高位，不知道多久没听到一声亲切的叔叔，哪怕就连自己那些皇子们也都一口一个父皇。我看犬子与你年纪相仿，不如你俩结拜为异姓兄弟，岂不美哉？卧槽，牛逼！跟当朝皇子结拜，皇帝是我干爹，到哪不昂这头走？只要周兄愿意，在下也毫无异议。好，既然如此，那择日不如撞日，还请上高堂，与我一同见证。周世勋说完，就要陈伯将父母叫来，行这结拜之礼。周叔，在下无父无母，这可让小子为难了。无妨，旁系亲属长辈也行。看着迫不及待的周世勋，陈伯有一种深深被卖的感觉。不过他知道周世勋图什么，不就是想在自己手上学这些神奇的事物吗？自己又何尝不是图他的权势？周叔，这是我二叔，这个世界血脉最亲的人了。陈大牛听得真的，于是赶紧点头答应了下来。魏公公，咱们见证了一番喜事啊！恭喜王爷，此人有9品高手护卫，又如此神奇，陛下此番决定定能让周家这江山永保万年。这一记彩虹屁可谓拍得周世才舒服至极。二弟，你我结拜为兄弟，从此以后还请二弟多多指教。二弟，你特么才是二弟，你们全家都是二弟。对于这个称呼，陈伯简直是哭笑不得，于是赶紧说道：“哥，这二弟多生分，你以后就直接叫我名字。”陈伯或者陈娃子，这样亲切。周恒哪里知道陈伯的想法，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二弟说的是，魏兄以后就叫你陈娃子，哈哈哈！陈娃子，此名亲切，以后大家都叫他陈娃子。陈娃子，就这二傻子。说话的是在一旁看热闹的陈清玄。我去你 M 的酒蒙子！陈伯脱口而出，就对着陈清玄来了一句：罢了罢了，陈娃子不可对道长出言不逊。看着陈伯对陈清玄骂起了娘，周世勋赶紧说道：你们认识啊？这下轮到陈伯惊讶了，哈哈，陈道长威名远扬，这江湖之中有几人不识？陈娃子，你可得好好待道长。陈道长还请向令师问好，我周世勋有空一定登门拜访。陈清玄没有说话，冲着周世勋一抱拳，嗖的一声就到了楼顶上面。陈伯这才转过头看向众人，他们到头来傻子是自己啊！来来来，吃饭吃饭。陈娃子，你这仙酿，只听周恒说过，今日一见的确不同凡响，不知可否给叔叔带回一些？周世勋尝了一口二锅头，就深深的迷上了，感情自己之前喝的那些都是什么破玩意儿。周叔，此物小吃也不多，一会儿回去给你带2箱。周世勋早早就看过那酒箱子，2箱啊，48品。
光是这琉璃瓶子都值老钱了，看来这波结拜不亏。此时陈清玄一副我懂的样子，特么你这叫不多，老子房间里可码起了一面9墙。不过他乐得如此，皇帝又怎么样？还是人叔叔呢，待遇都没老子好，在心里不由得给陈伯竖起了大拇指。这二傻子能处，食物对人类的诱惑总是最强的。一顿饭吃的众人满头大汗，直呼过瘾。原来这世间竟有如此美味，陈麻子真乃神人也。饭后，一行人来到了院子里。此时院子里的护卫们人手一桶泡面，周世勋等人老远就闻到了香味。陈麻子，你不厚道，这是何吃食，怎如此之香？周世勋抢过一个护卫的方便面盒子，说道：没见识啊，老子给你吃的比他们好100倍吧。这只是为了方便快捷而做成的速食食品，叫方便面，一会儿回去给你带一箱。方便面，此名贴切，这如何做？好吧，既然你不怕撑死，那就别怪我了。于是给4人每人都来了一桶。几分钟后，4人满头大汗，呼哧呼哧的吸溜着面条，直到盒子像狗舔了一般，才不舍得打着饱嗝放下盒子。此物神奇，陈麻子这可大量生产吗？生产那是不可能的，可自己空间里面多啊。此物我目前还未具备生产条件，但是我还有部分存货。叔父需要，特么送1箱2箱可以，量大了那就得掏钱了。目前还未需要，但如某日能用上此物，你多久可以准备货物？那得看叔父需要多少了。10万盒。特么你打仗呢？不过陈伯猜对了，周世勋就是这个意思。15日就成。如果叔父哪位军爷朋友需要的话，我这儿还有更好的东西。哦，快快拿来。此物叫压缩饼干，每人1天1块就可不饿，但千万不能超过2块，不然会死人。此物甚好。此物甚好，陈麻子作价如何？周世勋对于陈伯的话毫无怀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东西太贵。方便面50文1盒，这饼干嘛100文1块。听完陈伯的报价，周世勋立马就笑了起来，这也不贵呀。那陈麻子你得给我留着，不出3月我就派人前来提货。对于这些便宜的东西，消耗的玉石可谓是少之又少。看似陈伯的价格低了，但是只要周世勋用过这东西，那几乎就停不下来。薄利多销吗？此刻金岩已经装好，车队排起了长队，浩浩荡荡地走出象牙村。而陈伯拿着周世才递过来的15000两银票，露出了深深的笑容。这好山好水，看得老夫都不愿回京都啊！来一次象牙村，连皇帝都不愿意回去上朝了。他在古代厨房煮了一包螺蛳粉，别人以为有人在厨房拉屎。二傻子，你是在做什么玩意儿？你刨厕所了吧？陈清玄捂着鼻子朝着厨房里面喊道：“你特么懂个屁！这玩意儿闻着臭，待会儿你可别馋。”说话间的功夫，陈伯拿着一个超大碗，足足煮了2包袋装螺蛳粉，端到了穆雪琴面前。穆雪琴是陈清玄的同门师姐，刚刚从山上下来，来到这青山城。师姐，给你吃点人间美味。看着陈伯那笑嘻嘻的表情，你小子不会是要给老娘下毒吧？没等他话说完，陈伯抱着碗就呼噜了一口，看得陈清玄都快要吐出来了。如果不是看着东西，他真以为陈伯在吃屎。而一旁的穆雪琴看着陈伯脸上那满足的表情，这东西这么臭，真能吃？放心，闻着臭吃着香，你真不试试？作为资深吃货的穆雪琴怎么会怂？既然这个家财万贯又英俊的男子能吃得这么开心，自己还怕什么？起一口就朝嘴里送去。只那一瞬间，穆雪琴就瞪大了眼睛，酸笋配着螺丝汤汁的味道，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味蕾。这叫什么食物？怎么这么好吃？这叫螺蛳粉，这可是新鲜食物，整个大商独一份。穆雪琴完全沉浸在了这美味之中，完全就没在意陈伯说什么，只听见一个螺蛳粉。一旁的陈清玄看着大口朵颐的穆雪琴，一脸贱兮兮的凑了上去。师姐，滚！好嘞。说完又转头看向了陈伯，做出一个拔剑的姿势。行，九蒙子，你厉害。说完转身又回到了厨房，不一会儿又端出了一碗螺蛳粉。陈清玄端起碗，一个飞跃就消失在了原地。楼顶上，陈清玄慢慢的品尝着这美味，没想到还没吃到一小半，就连人带碗被穆雪琴给弄了下来。师姐，你都吃了那么一大碗了。陈清玄看着穆雪琴，一脸无辜的说道。穆雪琴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意思，端着碗又自顾自的吃了起来。陈清玄又一次看向了陈伯，意思非常的明显，特么这都是什么师傅教出来的呀？陈伯在心里无奈的想到，没办法，只能将陈清玄拉到了厨房，撕开一包，然后手把手的教会了他这玩意儿如何煮。喂，傻子，你那螺蛳粉有多吗？多吗？那可不就要多少有多少。那个穆雪琴，我手里也没多少，你可得省着点。而且这东西也不能天天吃，不是？不是陈伯小气，这万一要辣出个什么好歹，谁负责？小气鬼，姐姐不白吃你东西，你给我螺蛳粉，我给你嘎人。穆雪琴还以为他小气，鄙视的看他一眼。你还别说，我现在真有个事情需要你帮忙。陈伯大方的拿出4包螺蛳粉。黑龙帮你知道吗？他们要杀我，杀了我，你估计再想吃到美食就难了。陈伯一脸委屈的朝着穆雪琴，仿佛是一个在外受了欺负的小弟弟。上次陈伯没事进山打猎，结果碰到了几个黑龙帮的，发生不愉快，被他杀了几个。黑龙帮欺负你，走。穆雪琴，穆大侠，你不了解事情经过？什么经过？就是我如何得罪黑龙帮，黑龙帮如何要杀我的经过。这重要吗？看着穆雪琴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陈伯识趣的闭上了嘴巴。我们不要带上酒蒙子吗？对哦，带他去见见世面也好。他前几年在那布道观里面待傻了的。面包车上，陈清玄坐在了后排。去哪儿？黑龙帮啊！啊，这玩意儿能到哪呀？这黑龙帮离青山城可有600来里路呢。600里路，对于古代来说，哪是能说走就走的？对于陈伯来说，那还不就是自己一厢油的事情？你指路就行，别小看我这铁马，连行万里都不带喘气的。由于这古代的官道并不好走，所以3人连续开到半夜，这才堪堪到达黑龙帮所在的镇上。清晨，陈清玄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样学样的在外面煮起了泡面，那香味一下子就把正在睡梦中的穆雪琴给馋醒了。走出面包车，看着陈清玄面前那口碗里飘起了香味，这又是什么食物？怎会如此的香？这叫方便面，也是这大商独一份。我发现你小子好东西还真不少，以后姐就跟着你啦。那感情好啊，身边要是再来一个酒品上的高手，那这安全又多了一份保障。陈伯看向了那凹凸有致的身材，以及那张不输现代网红小姐姐的脸，心思一下就活络了起来。要是把这陈清玄变成小舅子，那……而就在陈伯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出现在他们的旁边。哟，这是哪来的一小子野丫头？这地方不让做饭，不知道吗？陈伯转头看去，只见一个长得高大的汉子带着3个人，一脸笑意的朝着他们走来。不让做饭，这古代人也这么讲究环保？这位大哥，我们外地来的，不懂规矩，这就收拾干净。停，既然来到爷爷这儿，看你穿的也是个大户人家，交点银子吧。卧槽，这古代还有 CG？ 请问大哥，这得交多少银子？你这小子不错，那就拿1000两银子，还有那个姑娘一起给我们带走吧。我去你 M 的，找茬呀？还以为你们是古代 CG 呢。你是谁啊？上来就让老子交钱。听到刚刚还一副乖巧的陈伯一下就变了脸色。小子，你找死就找对门了，爷爷是黑龙帮的人，再给你一次机会，交钱交人。那老子要不交呢？二傻子，你跟这种大傻子费那么多话干啥？你暗器没用了吗？穆雪琴听到陈清玄说暗器，一下子就来了兴趣。原本还以为你只是一个狗大户，还懂暗器，快让姐姐见识见识。啊，穆雪琴，我这暗器一出手就要死人。死人就死人，就这几个黑龙帮小喽啰，我们没兴趣。穆雪琴说完，一脸期待地看着陈伯，而对面的几人懵逼了。这什么情况？好像他们丝毫没把自己几人放在眼里。你们唱戏呢，爷爷是在给你们说账。话还没说完，只听见几声啪啪啪啪，为首男子和身边的2个小弟不甘地栽倒在了地上，剩下一个男子瞬间就被吓懵了，想跑，但是腿脚却怎么都不听使唤。原本被大哥带来巡山，寻思着捞点油水，没想到这才出门呢，4人一个照面就被人干掉了3。小伙子能屈能伸，一下就跪在了地上。大爷饶命，大爷饶命，我狗眼不识泰山，您就当我是一个屁，放了吧。陈伯看着眼前这小子可怜的样子，老子不劝。陈伯说完，啪的一枪就解决掉了眼前磕头的男子。随着面包车的一路疾驰，不一会儿功夫就到达了黑龙帮的山下。来，小子，对着我射，快射5！啥？我这暗器威力你没看见吗？会射出人命的。你就射吧，快点射，我都能接着。没错，穆雪琴就想试试陈伯这暗器的威力，而且他对自己的功力还是很有信心的。让你射你就射，哪那么多废话？陈伯无奈，对着穆雪琴抬手就是一枪，穆雪琴的剑也应声而断。也不怎么样嘛，对付普通高手还行，不过赔我剑。陈伯对于他们这种日常躲子弹已经麻木了，陈清玄能挡住，那么穆雪琴自然也是没有问题。不过老子要是给你一梭子，那就另说了。想到这儿，陈伯从车上拿出了一把现代工艺制造的剑，递给了穆雪琴。黑龙帮所在的黑龙寨里面，帮主周大春正召集各方的堂主们议事。说说吧，杀九矮那人解决了吗？帮主，穆师傅带着人去了，但是还未回来。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帮主你多虑了，穆师傅可是5品高手，对付一个普通人应该没问题。这是一个门外的小弟急匆匆的跑了进来。帮主，不好了，有3个人冲寨。滚！3个人把你吓这样，没出息的家伙。帮主，其中一人好像是那清玄道人。什么情况？自己这黑龙帮与他无冤无仇，他来干嘛？不过也不敢大意，毕竟此人是青山城公认的第1高手，自己这个7品下，在他手上估计过不了3招。然而他还在思考时，陈伯3人就走进了这个黑龙寨的议事厅。黑龙寨周大春见过清玄道长。周大春看到陈清玄，瞬间就迎接了上去。你认识我？清玄道长的威名如雷贯耳，本人有幸在关里远远一睹道长英绩。哦，今天人很多啊，说实话，准备去祸害哪家？而陈伯也打量起了这个黑龙帮，此刻还没人认出他来，只见里面也就坐着4、5个人。不敢瞒道长，前几天我几个手下在青山城被人给杀了，正欲携几位堂主前去找人。周大春见陈清玄问自己去哪儿，一下子就说出了目的。二傻子，
他们准备去找你呢。这时周大春才转头看向了陈清玄身旁的人，这人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瘦猴那小子回来描述的那张画像上面的人吗？杀仇海的那位。想到这儿，周大春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小子身边有高手，而且还是超级高手。不过一个九品，还带着一男一女，自己叫堂主们顶着，逃跑应该不难吧？就在这一瞬间，周大春浑身的心眼子都发动了起来。道长，我与你无冤无仇，还请高抬贵手。不知死活。而陈伯也是抬起了手中的手枪，一瞬间，整个黑龙帮瞬间就热闹了起来。陈伯站在门口，犹如一根战神，对着冲过来的人听一顿哒哒哒。而里面的周大春等人早已经嘎得不能再嘎了，一个九品一个九品上，杀这些堂主和周大春简直不要太简单。半个小时后，陈伯就冲进了黑龙帮的仓库之中。不要问为什么这么快，因为陈伯发现一个问题，这古代那些山匪也好，大户人家也好，总是把宝库修得个富丽堂皇，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没有丝毫犹豫，顺手就将2箱子黄金珠宝玉器都收进了空间之内。至于粮食布匹，陈伯没有兴趣。咦，这小子同道中人呀，爱好和我一样。哈哈，发财了发财了，这银子、粮食、布匹不得值1-20万两银子。好了好了，愣着干什么？先把银子给老娘搬出去。穆雪琴对着陈清玄和陈伯吩咐道。三人正准备抬起银子，陈清玄却自顾自地朝着一面墙走去。看到陈清玄过去，陈伯和穆雪琴也跟着朝着那面墙走去。卧槽，还有人！三人转身来到了隔壁房间，好家伙，只见里面摆放着2个大通铺，大通铺上10多女人惊恐地看着走进来的三人，这特么是周大春养的后宫啊！陈清玄嘿嘿嘿地看着眼前一幕，看什么看？你小子学坏了！师姐，我不是好奇吗？这里面怎会关着如此多的女人？陈伯才不管他们，对着他们说道：有管事的吗？都带出来。大约1炷香过后，只见一个年龄稍大的女人带着身后的一群奇装异服来到了三人面前。大爷，还请放过我等，我等并不是这黑龙寨人，都是被抓来的。对于这群女人，穆雪琴表示没有兴趣，陈清玄表示不敢有兴趣。不要害怕，这黑龙帮已灭，你叫什么名字？之前是做什么的？怎么会被抓来？不瞒这位公子，奴家名叫王清泉，我等原本是金山城兰桂楼的人，被这黑龙帮抓到了山上。兰桂楼，九蒙子，你知道兰桂楼是干啥的吗？陈清玄支支吾吾半天没吐出一个字，特么听名字就知道是青楼啊，这二傻子还真特么是二傻子。一番了解之后，陈伯明白了大概的缘由。这兰桂楼原本是青云城的一个小青楼，由一个5品高手罩着。没想到一次周大春前往兰桂楼喝花酒，看上了青楼里的一个姑娘，于是连夜带上一众小弟，杀了那个5品高手，一把火烧了兰桂楼，并悄悄地将这些人全部都掳上了山。你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往后什么打算？这位公子，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或许也只能进入青楼继续讨生活。还去青楼，有那个必要吗？公子，我们这些人被人脏了身子，那也只有这条路了。说话间，陈伯就明白了过来，这可是在古代，这些小姐姐们还没有回家洗洗，然后找个老实人嫁了的思想觉悟。再说，在老实在这个时代，他也不能要啊。不过瞬间一个想法出现在了脑子里面，救了你们，你们还要回青楼，那么自己为何不开一个青楼呢？这种娱乐产业必须要一个能在青云城保证安全的人。你之前应该是妈咪吧？相逢就是缘分，既然遇见了，我也不会说不帮你们。要不我出钱开一家青楼，你带着这些姑娘们帮我怎么样？啊，公子你要收留我等。王清泉说完就朝着陈伯跪了。感谢公子收留。这么多你都要啊？平日里看起来不像是这样的人了。滚一边去，我自然有我的考虑。此时这辆超级面包车又发挥出了它那强大的作用，足足10个女人一股脑的全被陈伯装进了后车厢里，而陈清玄则是被安排在了车顶之上。对于一个9品高手来说，小事。虽然他生活在古代，但他却在古代开了一家现代化的娱乐会所，各种灯具、沙发样样俱全。只因陈伯是从现代穿越而来，随身空间里带来了一座城市。叔父，会所是什么？就是比青楼还要高级的场所。你看我这里的风格，青山城哪个能比？没错，陈伯就是要打造大商第一个红浪漫商务会所，满足大商人们楼梯口的爱情。第2日，陈伯让汪清泉叫来了2个小姐姐，陈伯凭借着记忆给他俩进行了一系列的培训。这一培训就是1个礼拜。第9日，陈伯迈着虚弱的脚步来到了会所大厅，看着一排穿着制服超短裙的小姐姐，陈伯瞬间又心动了。就这样，晃晃悠悠1个月过去了，会所里的人员也都培训到位了。这1个月以来，大家辛苦了。明日晚上，红浪漫商务休闲会所将正式开业，在这里提几点要求：第一，所有人员安全护卫队不得与丫鬟姑娘苟合；第二，无条件服从王掌柜的安排；第三，所有安全护卫队人员，队长1月2两银子，队员1两银子，丫鬟每月1两银子。姑娘们，每人或团队抽取客人消费的1成。说完，底下就传来了一阵欢呼。原本以为被买来就是免费干活吃饱饭，没想到还有工钱。这红浪漫可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好了，
话不多说，祝明日开业大吉。动员完成，陈伯一溜烟就回到了西城宅院。看着陈伯离去，蓝鹏云拉起那位500两的超级花魁，走，明日就要开业，让本公子再检查一下你的业务能力。第二日大清早，红浪漫的门口就张灯结彩，整个团队都忙碌了起来。门口2个穿着黑西装白衬衫的男子站得笔直。刘公子，你说那里面的姑娘，莫不是仙女下凡？怎这好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据上面的消息，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青楼。据说这是城主府公子的产业，里面好玩的东西多着呢。啊，那纨绔的产业，估计今晚应该很热闹啊。谁说不是呢？不单说这些仙女们，就是她那身份，也值得我们进去露个脸。看来这蓝鹏云的名气着实不小，看来以后这业务经理非他莫属。正在这时，大门敞开，一行穿着齐 X 小短裙的姑娘们将脚底下的高跟鞋踩得叮当着响，来到了门外边。王清泉走上前，对着众人说道：各位，今日是我红浪漫休闲会所开业之日，感谢诸位捧场。我们这红浪漫说是青楼，但胜似青楼。我们的每一位姑娘都受过专业的培训，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才艺犹如天上下凡的仙子。接下来，让我们的姑娘先下去给大家打个招呼，见见客。敬业，这是我们红浪漫开业的第一夜，我们红浪漫的所有人静待各位光临。说完，带着姑娘们就又回到了屋子里面。这一操作可谓是恰到好处。陈伯观察到，刚才那些姑娘们走出来的时候，大部分公子哥们哪里见过这场面？之前虽然经常去往青楼之中，但是跟这些姑娘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仙与农妇的区别。许多公子哥都有一种把持不住的感觉。各位叔叔伯伯、哥哥弟弟，感谢诸位的捧场。今夜欢迎来到红浪漫。一时间，整栋楼都散发着七彩的光芒，那冲天而起的烟花将整个天空都染成了五彩斑斓。这是啥？我这是来到仙界了吗？好了，诸位，开业已成，请各位光临。蓝鹏云手里握着一个话筒，对着众人高声喊道。第二日醒来，就看到穆雪琴一脸笑意的看着自己。你这臭婆娘，你想干啥？干啥？清玄呐，你把他弄去哪了？怎么一大早就没看到人？卧槽，陈清玄，你自求多福吧。说，你究竟把他弄去哪了？穆雪琴一言不合就拔出了宝剑。陈伯见此，对着穆雪琴就抬起了袖口。你他妈别一天动不动就拔剑，你这样以后谁敢娶你？滚！要你管！别以为老娘怕你的暗器，老娘挡得住。哦，真的吗？一想你能挡得住，十响呢？连续的10响呢。说完，陈伯就朝着院子里哒哒哒哒哒的射空了一个弹夹。这一幕看得穆雪琴长大了嘴巴。你怎会如此的快？说实话，这一操作也深深地镇住了穆雪琴。这么密集的暗器，哪怕是自己师傅来了，估计都抵挡不住。陈伯听后哈哈一笑，怕了吧？哥什么都快，就那一样事情慢。哪一样？哪一样？哪样能跟你说吗？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陈清玄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怎么回事？我听到暗器声。你师姐打听你昨晚去哪了？你自己解释吧。说完，陈伯开着面包车就朝着金盛商行而去。九蒙子，自求多福吧。此行非常的顺利。看着面包车后厢后面那满满的一车玉石原石，陈伯露出了一抹开心的笑容，对着朱夫一抱拳，一脚油门就回到了城西院子。院子里面，只见穆雪琴手里提着一条鞭子，而陈清玄跪在地上。你小子长大了呀，敢去那烟花之地了。看到陈伯的到来，陈清玄立马就指向了陈伯。师姐，是他带我去的，他说好玩，所以。陈伯对着这个白眼狼狠狠地瞪了一眼。他都20多岁了，身体又没坏，身上还有钱，你觉得需要我带？好了，你们的家事我不管，不过他都这么大了，你这么管着也不是个事情，要么你去给他找门亲事。陈伯对着陈清玄笑着说道。听到陈伯这么说，穆雪琴一下子就低头思索了起来。陈清玄看着穆雪琴似乎听进去了陈伯的话，立刻变得惊恐了起来。不，师姐，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成亲。说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下就爬起来，瞬间就钻进了面包车。他用一个现代玻璃摆件换了1000斤玉石，只见他把玉石拉倒空间的工地上，玉石瞬间消失，地上出现了一堆一堆的建筑材料。好在玉石能够恢复空间物资，不然这新农村建设可真搞不好啊！只要玉石足够，这物资还真是无限刷。冯武说：“你可知这是何物？”冯武抓起一把，入手细腻，像泥又不似泥。陈娃子，你就别卖关子了，说说这是啥？这叫水泥，由它建造出来的围墙，坚不可摧。你看这块石头，就是我自己砌在一块的。陈伯见他不信，指着一个自己提前弄好的2块石头让冯武看。冯武拿起大锤吭的砸了2下，一点碎末都没掉。程娃子，这真是神物啊！就是不知道能有多少。冯武说：“我能够大量的弄来这玩意儿。目前我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围墙和道路以后就用这玩意儿修建。象牙村四面被大山环抱，山后还是高高的悬崖，所以这围墙只需要将不是山崖的地方围拢就行。而那水泥路完全是陈伯想开舒适性更好的好车了，毕竟这坑坑洼洼的路，那玩意儿托底呀。
春去秋来，一晃眼就过去了半年的时间。此刻的象牙村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村口的城墙比城里的还要坚固，通往村子的道路里面已经完全由水泥替代，平整而坚固。道路建成的当天，陈伯就从空间里面开出了一辆路虎揽胜。此刻的象牙村，说是象牙城也不为过。我宣布，象牙村旧房改造工程正式完工，今日分房，即日起象牙村更名为象牙山庄。各位象牙村的亲人们，我陈娃子能有今日，全靠大伙儿平日里对我的照顾，所以这些就是我给大家的心意。陈伯看着大家，指着墙上的图纸说道：“下面有请我们的村长王德发王叔给大伙分房。笑话，给是一回事，那能让所有人记得你的好，但是分配这件事弄得不好，就容易招愁。还是让王德发来吧。”安静，首先得感谢陈娃子。王德发说完就对着陈伯行了一礼，其他的村民也朝着陈伯行礼。这一幕让陈伯也稍稍的感动了一下。我提议，这陈大牛一家是陈娃子的长辈，第一个选房。冯武第二，大家有没有意见？王德发说完，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出那句没意见。陈大牛第一个走上前，指着陈伯前面的那一栋说道：“我就离陈娃子最近嘛，也好有个帮衬。”冯武跟陈大牛的想法一样，也选择了陈大牛旁边的一栋，目的就是离陈伯最近。在他们的心中，自己之所以能过上现在的生活，那都全靠着陈娃子。然后下面分房的事，陈伯就没再去过问。经过了1日紧张的搬家，象牙村所有的人都住进了新家。第2日，陈伯此时再次进入了空间里，没错，他要找就是发电机。在空间里面足足找了1个时辰，才堪堪的在一家店里找到了几个千瓦的冲击式发电机。对这东西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缺电的年代，单机容量3个千瓦。一般的家用照明没有问题。忙活了1个早上，拿出了一堆的 PVC 管材和一堆发电机以及电线、灯泡之类的东西。冯武说：“你来的正好，我准备在这做一个发电站，以供大伙用电。”发电站能发出雷电的那个东西。冯武一听到发电站，就想起了陈伯的电棍，于是惊恐地对着陈伯问道：“冯武说没那么玄乎，就是我家里晾糖的那个东西。”听到陈伯的解释，冯武才一下子反应过来，难道这陈娃子要给大家都用上？不到1个时辰，陈伯就组装起了第1台水力发电机。随着水流通过水坝的落差，顺着管道进入到发电机，发电机快速的旋转了起来 ，LED 灯也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仿佛要与这炎炎烈日一分高下。陈娃子真的亮了，真的亮了！冯武激动的大叫了起来，龙飞激动的就要去抓起那发着白光的 LED 灯，结果被陈伯一脚就踹了出去。小脖子，你踢俺干啥？俺不就摸了一下吗？你想死不成？这雷电之力，弄不好能电死人，所以一定注意安全。接着陈伯就给在场的人普及了一遍用电的知识。听到这玩意儿这么危险，大伙也替龙飞捏了一把汗。象牙村50多户人，基本照明和日常用电的话，就算1个千瓦一家，这一台发电机3000瓦，满发的状态1台可供3家，那么17台就能够供应整个住户照明。而自己的家里需要1台冰箱，几台空调，这天简直热死人了，没有空调完全不行。所以陈伯一开始就算好了，这才拿出了27台水力发电机，有10台是供给自己家里用电的。陈娃子别担心，我一定将此物的用法教会象牙村所有的人。在陈伯的指导下，第1台水力发电机线路进入了王德发家里，看着自家每个房间都有着1个发着白光的 LED 灯，王德发激动的老泪纵横。陈娃子，说啥也不说了，从此以后，只要象牙村在，就不能让你陈娃子受到一丁点伤害。冯武带着一群人足足忙活了半个月，终于将所有的发电机都装好。由于发电机一天24小时都在不停的运转，陈伯家里的空调全天开着。陈清玄的也从露台上面搬进了房间。九蒙子，你咋不上你的楼顶待着吹风了？下来干啥？笑话，这么热的天不吹空调是傻子。当龙飞和一个青年抬着一个冰箱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张秀秀一脸疑惑地看着陈伯问道：“相公，这是何物？”嗨嗨，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陈伯没再给张秀秀解释太多，因为现代的物件不是1句2句就能解释清楚的。晚上有空，我带你们搞烧烤。烧烤？陈伯没有过多的解释，等到晚上他自然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作为当朝皇帝，放着满汉全席他不吃，他却只想吃烧烤、喝啤酒。贤侄，你这是什么水？为何喝着如此的凉爽？周叔，这是啤酒，配着这烧烤，甚是爽快，比那烈酒舒服。怎么就这一点不够喝啊？贤侄还有没有？这玩意我带来很多都在车上放着呢。无妨，我这边派人去取来。没过一会，便见一群大汉呼哧呼哧的，居然扛着路虎来到了门口小广场上。这特么什么傻逼脑回路，真是离谱！有钱人的世界果然任性。皇上啊，以后像这种事您跟我说一声就好，我去开过来。陈伯说完就转身朝着外面走去，来到车上，不一会儿搬着2箱子啤酒回到了饭桌之上。酒过3巡，陈伯也渐感醉意，说话都有些瓢。周世勋趁着时机到来，赶紧对着陈伯说道：“贤侄，您那车可是好东西，还有吗？”这特么是打自己车的主意，不过这东西耗油，不能给他，不然自己送油都得麻烦死。虽然略有醉意，但陈伯脑子还算清醒，但是既然他开口，那总得给点。叔父啊，不是小侄舍不得，这车不好驾驭，弄不好出人命。不过我可以给你另一种车，保证比马车快，还不颠簸。最重要的是它吃油少，这油太金贵，目前大夏没有。
原本以为要车无望，没想到陈伯话锋一转，还有这轻便之事，于是赶紧说道：好，明日就请贤侄将其取来。来，喝酒喝酒。啤酒虽然度数低，喝多了也难受啊。第二日日上3竿，陈伯才悠悠醒来。此时客房除了那2个宫女之外，还有一人，那就是魏公公。哎呀，什么风将您老人家给吹来了？陈伯连忙上前，热情地说道：九品上啊，超级高手。魏伯所来何事？还让你在外面等待，小子错。陈公子，咱家奉皇上之命，问你要昨夜说的那车。魏公公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你们喝酒就喝酒，要车就要车，哪有第二日来厚着脸皮要的？问清来意，陈伯却没有丝毫介意。魏公公，下午吧，我出去给他将车开回来。于是陈伯拿出2桶泡面，递给了魏公公1碗。对于陈伯的食物，魏公公那可是喜欢的紧。皇帝不在，接过方便面就缩了起来。哎，在家我就见皇上喜欢我那车，所以临走之前就吩咐他们将车给运到京城。估摸着时间，下午也该到了。这么个解释，魏公公没有丝毫的怀疑。其实这么久的接触下来，魏公公虽然觉得陈伯神奇，作为活了这么多年的九品上高手，他深知一个道理，那就是少管闲事活得久，你管他是神是人，只要他对皇上没有恶意，那就与之交好。陈伯在皇宫旁边找到一处无人的地方，将一辆电动3轮车开了出来。这玩意儿看上去跟马车没多大区别，马车是前面一匹马拖着个斗，他这是电动车拖着个斗，除了响点没有空调之外也很不错。陈伯开着3轮车就一路疾驰来到了大殿外面。这时的周世勋听到声音，也急匆匆地走了出来。贤侄，这就是你说的车？周世勋看着眼前这个3轮车，一脸兴奋地说道：陈娃子，这车烈性不烈性？陈伯疑惑地看了一下他，一把子年纪，不过这也符合3轮车的驾驶年龄。在现代社会，那些横冲直撞的3轮车不都是大家惹不起的存在吗？于是邀请他上车，给他讲解了什么叫油门，什么叫刹车。原来如此简单，这比骑马也难不了多少。于是自己坐上车，自己就要体验一把驾驶乐趣。看得陈伯一脸紧张，对着魏公公说道：魏伯，这玩意儿要是失控，你有把握救下他吗？只要不是像陈公子在象牙村那道路上那般快速，没问题。听到魏公公这么说，陈伯就放下心来，自己当时在水泥路上都开上100了，这3轮车也就是40-50。走上前教周世勋拧钥匙，然后一拧油门，周世勋能勉强的开着他朝前走。皇宫那么大的院子，而且有魏公公这个9品上的存在，倒也没出神妖事。第3日，周世勋牛逼哄哄的搭着魏公公和一脸瑟瑟发抖的陈伯，就在皇宫里兜了一圈。看着那一脸春风得意的周世勋，陈伯有些后悔没有给他一副墨镜和一根雪茄。要知道，大商皇帝驾驶着3轮车，戴着墨镜叼着烟，行驶在这京城的大马路上，那该是怎样的一番场景？陈娃子，要是我有足够多的车，在前面装上长刀，与敌人冲杀，那不是无人可挡？周叔啊，这不现实，目前我手里也就这么一辆。你看这车身的钢铁，目前大商是造不出来。趁着周世勋这思想没有完全的热起来，陈伯赶紧给了他一盆冷水。听到陈伯这么说，周世勋也不再幻想。老魏啊，明日我就教你驾驶此车，学成之后，咱们想去哪儿，不就方便太多？魏公公赶紧点头同意，怎么看怎么觉得让皇上驾车，自己坐车，心里接受不了。这赶车的活计，哪时候能让这一国之君亲自来？陈伯才乐得如此。于是又给周世勋装了个太阳能发电板，告诉他如何充电，就准备回房休息。刚到房间，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吵闹。陈伯走出房间，一打听才知道是自己的封赏下来了，1000两黄金啊！想想都激动。陈伯打开箱子，对着那发着金光的黄金笑了起来，说罢，对着前来送赏的小太监手里就塞了一块。陈公子，这可如何使得？小太监一边说，一边将金子收进了袖口。以前去派赏能得几两碎银就不错了，没想到这个陈公子如此大方，小太监也高兴了起来，随即拿出一张图纸，对着陈伯悄悄说道：陈公子，皇上还赏您府邸一座，原本是咱家直接分配，但咱与公子有缘，这上面没有划线的您都可以选。陈伯一脸笑意的接过图纸，心想，看来刚才的那坨金子值了。谢过公公，但我对这京城不熟，不知公公有何建议？不熟是一个原因，但这图纸也太潦草了，完全看不出哪是哪儿啊。既然公子信得过咱家，那咱家就给您推荐一座。随即指着其中一座说道：这房地处这东城，立于繁华的东大街，周围可都是达官贵族，这价额啊，高得离谱。行，那就听公公的。陈伯老实一笑，让这小太监成就感一下就起来了。看来这3轮车花的值当。